他是一个刚毕业的贫苦大学生，找了一个千金大小姐当女朋友，好不容易有了工作，结果连房租都交不起。就当他迷茫之时，手机中突然出现的一款 App 改写了他的命运。川哥，下周一就要入职了，房子租好了吗？沈川叹气，手指在计算器 APP 和租房软件间切换，手机突然剧烈震动，屏幕自动亮起。丁，发现核实样本，名字头条 APP 安装中。我去，现在流氓软件都这么嚣张了，强行安装。丁，系统安装已完成，祝宿主使用愉快。系统，这流氓软件还挺会蹭热度。出于好奇，他点开了名为明日头条的 APP。经朝阳路21号翻修厨房时发现帝王绿玻璃重原石，价值20亿。4月18日报道。编得挺唬人，但今天才4月13号，小编日子过糊涂了吧？就当沈川正要关闭时，瞥见第二条标题，瞬间愣住。只见上面写着：因为一块金表，4月16日，骆氏集团千金骆清霜与其男友双遇害。卧槽，这恶作剧！等等，难道双儿真是骆氏千金？这 APP 能预知未来，而且双儿真有一块金表。算了，实践出真知，先去朝阳路21号看看。很快，沈川按地址找到了房子，门口贴着招租广告。这是一对年轻情侣抱怨着离开，而那穿人字拖、白背心的老人站在楼梯口，脸色不悦。小伙子，你要租房吗？是的，您好。那来看看吧。随后，沈川跟随老人查看房间，虽老旧但干净。走到厨房时，沈川一愣，真的看见了新闻上的那块石头。厨房是我早年自己砌的，是有点简陋，正打算拆了重装。没关系，我不常做饭，这房子我租了。不反悔？不会。房东见状也不墨迹，两人快速签订合同，付清房租后，老人乐呵呵离开，而沈川则是立刻反锁房门，走到了石头旁。真的是真的，20亿，那新闻也是真的。双儿他。丁，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向，恭喜宿主获得天赋词条特种兵王金，是否加在词条？加在。话音落下，沈川身体微微发热，肌肉线条悄然变得结实流畅，脑中涌入大量格斗战术知识。他握了握拳，感到力量澎湃。这下真要有什么意外，我也能应对了。随后，沈川将原石装入大型运动背包，来到了城市广场骆氏珠宝行内。先生您好，请问需要什么？我想卖件东西，麻烦请一下你们店长。先生，店长暂时不在，您要卖什么？我可以先帮您看看。东西比较特别，我还是等店长吧。小兄弟，什么宝贝非得见店长啊？拿出来瞧瞧，要是真值钱，我张某人说不定就收了。这位是咱们江城珠宝界很有名的张总。那好，请张总长眼。紧接着，沈川从背包中小心取出那块西瓜大小的翡翠原石，放在铺着软布的柜台上。开口处那抹诱人的翠绿在灯光下格外夺目。张总漫不经心的表情瞬间凝固，他迅速掏出放大镜和强光手电，俯身仔细查看原石开口处，表情越来越震惊。帝王绿玻璃种，这水头，这色泽，极品啊！成色还可以，照我之前说的，我帮你收了。你能出多少？1000万。先生，请您稍等，我马上去请店长。话音落下，销售小妹不敢有丝毫耽搁的离开了。哥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痛快点，不然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大哥，你这价没诚意，不卖。别啊，2000万不，我出3000万。漏不是这么捡的，3000万连这帝王绿玻璃种的边角料都买不到。小兄弟，你怕是让网上那些伪科普骗了。翡翠要看种、水、色，你这料水头还行，色也凑合，但种最多冰种。沈川刚要开口，这时一个沉稳的男声从后方传来：“张总，在我们骆氏的地盘这样欺客，不合适吧？”只见一位衣着干练、气质沉稳的中年男子快步走来。陈店长，误会，我这不是急昏头了吗？你也知道我家那点事。先生您好，我是本店店长，可以让我鉴赏一下您的原石吗？可以。随后，陈店长取出专业工具，仔细鉴定。张总在一旁紧张地盯着，这透度，这质地，这是顶级的帝王绿玻璃种。张总，骆氏集团诚信为本，若您再试图用这种手段误导客户，损害骆氏声誉，我们将不再欢迎您光顾旗下任何门店。先生，这块原石，我们骆氏珠宝行愿意出价2亿收购。听见报价，沈川瞬间疑惑，但很快明白，这是未切开的原石，存在赌性。哼，2亿还嫌少，小伙子，这可是赌石，一刀穷一刀富，没听过？现在卖2亿，落袋为安，切垮了可能一文不值。请问你们这里有切石机吗？当然有。随后几人和几个同行移步内部工作室，张总叫人搬来大型切石机。先生，切开后若不满料，价值可能大跌，您确定要切？切。得到答复后，陈店长亲自操作切石机，机器启动，发出噪音，第一刀薄薄切下，露出大片完整鲜艳的翠绿色。卧槽，满绿！别切了，5亿我要了。继续。话音落下，陈店长深吸口气，继续切割。
现场鸦雀无声，众人紧张到了极点，唯有沈川因知晓结果而面色如常。这个贫苦带学生，为了能在首富岳父面前抬起头来，竟然毫不犹豫选择了赌石，结果第一次就赚了22亿。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手机中出现了一款名为明日头条的 PP。真是满了，极品啊！20亿，我出现金20亿。骆氏集团同样出价20亿，另外我们可以提供更安全的资金监管服务。22亿，我出22亿，成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我现在手头没这么多现金，可以先付2亿定金，余款1周内结清，全款交割，不接受定金。张总前不久才豪掷30亿买下大湾区那栋灵魂大厦，不缺钱。不过据我们董事长评估，那栋鬼楼目前市价顶多15亿。你那栋楼卖吗？楼作价15亿卖我，你再补我7亿现金，原石归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沈川清楚，2个月后这栋商业楼的价格就要暴涨了。兄弟，那灵环大厦可是大湾区唯一商业楼，这样吧，楼作价20亿卖你，我再补你2亿现金，如何？好，现在就去办手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这样，3小时后，沈川拿着新鲜出炉的灵环大厦房产证和到账2亿的银行卡短信，面露微笑。另一边急于献宝的张总飞往帝都面见了张老爷子。你把楼卖了，换了这石头。蠢货，30亿买的楼，20亿贱卖，就换这破石头。二叔息怒，我肯定是中了骆氏的圈套，是他们联合那小子做局坑我。废物，整天心思不正，汉城你别回去了，在家反省。让你大哥去接手。至于骆一山敢给我张家下套，这事没完。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沈川刚回到家，耳边就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向，恭喜获得金色技能词条关谷石人数。随后沈川加载词条，玄妙的知识涌入脑海。此时骆清霜正在与父亲进行着一场关于沈川的交锋。行了，聘书已经发给你那小男友了，如果他能在入职后半年内凭自己能力晋升到 P3 职级，我就不再反对你俩。从 P0 到 P3 连跳3级，好，我替他答应了，但你不能暗中使绊子。我还不至于为难一个年轻人。就在这时，骆一山手机收到陈店长发来的邮件，汇报翡翠原石交易详情。他浏览后，眼中露出赞赏。小双，你看看这个年轻人，很有魄力。烦死了，不看不看，肯定又是相亲对象。随后，骆清霜跑回自己房间，看到沈川的消息，立刻回复：我爸非要逼我去相亲。那带我去见见未来岳父。还不是时候，我爸他门户观念深得很。门户观念？难道我未来岳父是汉城首富？他也配，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小奸商。对了，后天就是3周年纪念日，我们怎么过呀？沈川看着手机里骆清霜发来的纪念日安排询问，陷入沉思。系统说4月16日，骆氏集团千金骆清霜与其男友双双遇害。虽然我现在有特种兵王的身手，但还是要选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去清霜大酒店吧。听说新开了家自助餐厅，我们去尝尝。川哥，那可是5星级，人均4位数呢。3周年只有一次，奢侈一把，哥请客。等等，我想起来了，之前在那兼职时，经理姐姐送了我1张1折优惠券，刚好能用。又是兼职送的优惠券，这3年来，只要我想请他吃好的，他总能掏出骆氏旗下餐厅的打折券。以前我还纳闷为什么经理从不送我，现在懂了，那都是他一句话，经理们连夜赶制出来的吧？哇，我家双二真厉害，那说定了，后天见。时间一晃来到纪念日，两人来到了地铁口相见。刚见面，沈川的目光就不受控制地看向了骆清霜手上的表。双二，这表要不先收起来，看着挺贵重的，别被小偷盯上。9块9包邮了，惦记就送他呗。江诗丹顿限定款，全球4支，5000万，他就这么扔包里。随后，沈川拉着骆清霜朝酒店走去。很快到了酒店，来到自助餐厅取号排队等待。在他们旁边，一个妖艳女子挽着一名中年男子也来到餐厅。哼，5星酒店怎么什么人都放进来，跟叫花子一起排队，真晦气。川哥，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好像有只疯狗在乱叫。你们说谁是疯狗？谁认就说谁，闭嘴，注意场合。知道了，我不跟叫花子一般见识。此时的餐厅经理早已候在暗处，见大小姐排队，急中生智。各位贵宾，为感谢等待，本店特色抽奖活动，您的排队号即为奖票，想抽取一个幸运号码，该宾客可免排队直接用餐，并获赠价值1万元红酒1瓶。幸运号码是88号，请88号宾客上前。川哥，是我们中奖了，太幸运了。真是演都不演了。就在两人正要上前时，之前的妖艳女子却不干了。凭什么让叫花子插队？2位，我们赶时间，这样我出2万5买你们的号码和红酒名额，如何？好呀，川哥，收钱。随后沈川亮出收款码，2万5到账，双方交换号码牌。叫花子就是叫花子，见钱眼开。哎呀，
不好意思各位，我看错了，中奖号码是89号。两位贵宾，里面请。你们把票和钱还回来。贱货，还嫌不够丢人？二位扰乱秩序，已被列入洛氏集团黑名单，请立即离开，今后禁止进入洛氏旗下所有场所。都怪你这扫把星，还老子丢这么大脸。这对情侣约会，为了不让对方难堪，居然故意装穷。男的是拥有顶级系统的男人，女的则是首富千金。可现在为了约会，两人居然掏出了打1折的优惠券。你好，我们使用1折优惠券。好的，2位一共200元。随后沈川扫码付款，经理则是亲自引二人至最佳观演位置，两人落座。乐队特意前来演奏，经理频繁端来高级菜品。这赠酒果然值1万，和咱们以前喝的几10块的完全两样。亲爱的，3周年快乐！川哥，3周年快乐！碰杯瞬间，沈川神色骤凛，特种兵王的直觉警铃大作，他目光锐利扫视，锁定一名拖着餐盘、毛巾盖手的服务员。站住，别动！话音落下，服务员动作一致，随即掀开毛巾，亮出匕首，直扑洛清霜。不是抢劫，是谋杀。沈川迅即挡在洛清霜身前，服务员刀锋转向，直刺沈川心口。沈川闪电般空手夺刃，反手一记手刀劈中对方颈侧，服务员瞬间瘫软倒地。保安，控制住他！随后保安迅速将人拖走。经理上前，战战兢兢看向洛清霜。两位贵客受惊了，洛氏集团一定严肃处理。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向，获得金色穿腹鉴宝大师。闻言，沈川借机来到洗手间，瞬间海量鉴宝知识涌入沈川脑海。又出镜，爽！4月17日15点整起，拼夕夕提现系统出现 bug，13好友即可提现6000元，漏洞持续2小时，官方承诺不追回损失超200亿。明天就去广场找大爷大妈们造福社会。 5月1日，湘江慈善晚会，洛邑山拍卖的5亿富山春居图被鉴定为赝品，湘江商会终止合作，损失超200亿，疑遭杀猪盘。是眼老丈人，该让你见识下未来女婿的本事了。随后，沈川回到洛清霜身边，这时总经理恰好来访。调查结果出来了，那名员工因赌博欠债，被集团辞退后心怀怨恨，试图勒索，已移送警方。闻言，沈川暗暗撇嘴，表面不动声色。等总经理等人离开，沈川悄然开启关谷10人术观察众人，目光在女助理脸上停留。眉骨塌陷，太阳骨内凹，穿生求命，嗜赌，枕骨突起，反骨之象内应就是他。双儿，你真信他们的解释？川哥为什么这么问？那人是职业杀手，目标是杀你。杀我？我一普通老百姓，谁要杀我？也许是我那势利眼老丈人得罪了汉城首富呢。就算我爸得罪了首富，首富会在自己餐厅动手。有道理，但杀手能混进来，肯定有内应。那请名侦探川哥推理一下，内应是谁？那个总经理助理。理由？面相，他生性好赌，穿生求命，脑后反骨最容易收买。川哥，你什么时候会看相了？我会的多着呢。果然是小说看魔怔了，神啊，救救我家川哥吧！见洛清霜不相信，沈川也没有过多解释，随后便与洛清霜走出了清霜大酒店。刚出去，沈川就敏锐察觉到有人尾随，但未敢杀气。是保镖，看来我那首富老丈人动作很快。也好，双儿安全更有保障。随后两人去商城互相赠送了礼物，最后电影后，两人才在地铁站口依依惜别。沈川进站后，一名飒爽女子悄然出现。小姐，该回家了，老爷夫人很担心。好，走吧，玲姐。乖女儿，吓死妈妈了，没事吧？没事，多亏川哥，他刷刷几下就把坏人打倒了。那孩子不错，妈支持你们。柳红看过现场视频，所以对沈川印象极佳。可老爸反对，还故意为难川哥。放心，妈当裁判盯着他，不管考验结果如何，妈都站你这边。妈最好了。对了，老爸呢？在书房打电话查那鬼呢。宝贝女儿，以后不准单独跟那小子出去了，太危险。是川哥救了我，你怎么能怪他？小玲，以后你贴身保护小姐。老爷，其实有姑爷在，小姐很安全。从视频看，我未必是他对手。什么姑爷？山里出来的野小子罢了。爸，那鬼查到了吗？有几个怀疑对象，但都有不在场证明。爸，你觉得张总经理的助理有没有可能？为什么这么问？川哥说的，他说那人面相好赌，脑后反骨，最容易背叛。胡闹，那是张总侄子，背景干净的很。义山，查又不费事，汉城地下赌场就那几家。最终洛邑山还是拗不过妻女，拨电话吩咐调查。片刻后，洛邑山收到回复，脸色铁青。怎么样？真是他欠了花臂老五赌场500万。花臂老五背后是帝都张家，他们想动我们，应该是个误会。张家老爷子8成以为是我们做局坑他。没有多说什么。随后洛邑山回书房，打开陈店长发来的邮件。年轻人，你让洛氏背了这么大一口锅，
查一下买走连环大厦的人详细资料。次日下午，沈川来到人民广场，一群大爷大妈围上来。现在有没有靠谱的赚钱软件啊？叔叔阿姨别急，金川拼夕夕能提现，我保证。众人将信将疑。沈川见群发邀请码，很快他手机连续震动。您尾号9528的银行卡于4月17日15点05分收到转账6000元，余额210,34466元，15点07分收到转账6000元。哎，不是提现600吗？怎么变6000了？还能连续提现？而周围大爷大妈陆续成功，惊呼连连。我这也是6000，到账了，真不是诈骗。消息很快传开，广场舞停摆，太极拳收工，人群涌向沈川，在他耐心指导下，众人纷纷提现成功。各位叔叔阿姨，我还有事，先走一步。这个大学生赚钱的方式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因为觉醒了预知系统，他就去广场上把爱薅羊毛的大爷大妈叫上，狠狠薅了一波拼夕夕。而他不仅赚了上百万，还获得了秋名山车神的天赋。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向，获得金色天赋秋名山车神，加在词条中，驾驶与维修知识掌握成功。还真是保底出金，这下连修车都会了。川哥，我真的提现了6000，你薅了多少呀？不多，也就够取你的彩礼吧。什么？你提了6万？首付千金，彩礼6万，汉城均价都10万以上好吗？亲爱的，格局打开点。难道10万？再打开一点点。新闻说人均20万，你该不会薅满了吧？明天咱能提辆大 G 了。川哥有钱别乱花，捂紧钱包最实在。要不钱都转你保管。不用，男人该有点私房钱。对了，明天入职记得要穿新西装。多谢老婆大人。次日午休时间，沈川来到骆氏集团刚办理完入职，就在1楼大厅看到惊人一幕，只见一群大爷大妈拉横幅堵门，担架上躺着伤员，一群记者围拍。骆氏拖欠工程款1年多了，我兄弟工伤他们不管，首付就能欺负老百姓吗？沈川皱眉，随后挤进围观同事中打听，听说工程是分包给张氏地产下面一个施工队的，宽早接了，但那队卷钱跑了。现在工人拿不到钱，就来堵咱们门，摆明有人搞事。随后沈川开启关谷10人数观察人群，突然愣住。那位大爷不是昨天一起薅羊毛的大爷吗？那位大妈也眼熟。哎呦，小沈，你也在这儿上班？大爷，你们这是300块一天，专业撑场，要不要加入？管盒饭。果然，想到这里，沈川已经有了办法。就在此时，骆一山在保安簇拥下出现。各位乡亲辛苦了，食堂备了盒饭茶水，大家先用餐。只见保安推来餐车，人群一拥而上，大爷顺手多拿一盒塞给沈川。小沈，给你带份。我吃过了，谢谢大爷。那我给我小孙子带回去。工程款我们早已结清给张氏地产，建议各位按合同找签约方追讨。骆氏愿意协助作证。我们可是冲着骆氏招牌才干活的，你现在甩锅给张氏，欺负老实人吗？大妈们，你儿子的伤，骆氏是不是不管？对，兄弟们，骆董事长答应补发工程款了。喂，你少在这里带节奏，我们董事长从头到尾没说过要补发工程款。正愁没突破口，这就来个愣头青想表现自己，看我给你挖坑。这位先生，您的意思是骆氏集团不会补发拖欠的工程款了？当然。那这些因骆氏工程受伤的工友，骆氏也不打算负责了？他们受伤关骆氏什么事？这蠢货是谁招进来的？马上开除，连带人事部一起滚。阿姨，骆氏不承认您儿子的伤与他们有关，请您告诉大家，您儿子到底怎么受伤的？我儿子啊，他是在工地上跟人打牌，输急眼了打架，腿被人打断的。我儿子是装的。乐老板，对不起，都是张氏地产新负责人张信逼我们干的，我这就带人去自首，还骆氏清白。闻言，记者满脸懵逼，顿时瘫软在地。小沈先生，等等，他难道是？他看向沈川，此时沈川正被一群大爷大妈围着。小林，姨刚才演的咋样？先见我家孙女。叔叔阿姨，改日，我先上班哈。随后，包工头领着众人架起猛圈的记者往派出所方向走去。大厅只剩下一群目瞪口呆的骆氏员工。小伙子，表现不错，上班后来我办公室一趟。下午，黑丝行政小姐姐带沈川乘专用电梯至33楼，电梯门开，眼前是宛如豪华公寓的顶层空间。几名西装保镖隔着玻璃扫视沈川，未加阻拦。中间是董事长办公室，请。沈川敲门进入，骆一山正坐在红木茶台前煮茶。董事长好。小伙子坐，今天多亏你了。你怎么认识那些人的？巧合，昨天帮他们在广场薅拼夕夕羊毛，混了个脸熟。小沈啊，我这儿也有个巧合，想听听吗？您讲。张氏地产为何针对我们？1个月前，张成正套买下鬼楼。几天前，有个年轻人拿翡翠原石来我店里交易，张成刚好在，用那栋楼低价换了石头。巧的是，我知道那楼即将爆炸，
张家自然也知道了。你说张家会怎么想？更巧的是，今天张家发难，那年轻人又帮我解了围，你说我会怎么想？董事长，如果我说全是巧合，您信吗？我信。原石没切开前，谁也不敢断定价值。你不是张家的人，但你那原石哪儿来的？闻言，沈川知道隐瞒无用，决定坦诚。我租了个老房子，想重新弄下厨房，挖墙石挖出来的。为什么租旧房子？因为看中的近的房子太贵，省下的钱想给女朋友买套 YSL 口红当3周年礼物。你怎么认出那是帝王绿玻璃种的？董事长，您这套梅爆春壶是朱大师的作品吧？你懂鉴宝？不仅懂，我还得说句实话，您这套是残次品。详细说说。您看，前4个与后3个的沙粒质地有差异。紫砂壶所用5色土，朱大师时代全靠手工锤炼，反复烧磨，成品砂质细腻温润；而现代用化学合成土，烧制过程少了打磨工序，沙粒明显粗糙。沈川将2个杯子并排放在洛一山面前。我猜这3个杯子是现代仿品，经高手做旧，若非行家，很难分辨。不错，和我旗下鉴宝师说的一模一样。你这身鉴宝本是跟谁学的？大学时泡在图书馆，把考古系相关藏书都看了，看得多了，自然懂些皮毛。好好干，我看好你。谢谢董事长，我一定努力。现在我们来谈谈正事。大湾区即将改造，连环大厦是核心资产，集团想从你手里买下它。放心，你开价只要合理，我绝不强买强卖。信你个鬼！这楼未来值100亿呢。董事长，这是我做不了主，大厦不在我名下。卖了，卖给谁了？没卖，是登记在我老婆名下了，要卖的和她商量。老婆，她结婚了。说来巧，我老婆也姓骆，和您是本家，她叫骆清霜。不认识，不过价值20亿的楼直接写女友名下，你很爱她？当然，她是世上最好的女孩，本来一毕业我就想去提亲的。为什么没去？怪我那未来岳父。据我老婆说，他是个势利眼的小奸商，为了生意要把女儿拿去联姻，根本看不上我这种普通人。父母总是希望女儿嫁得靠谱些。那您觉得我靠谱吗？你还不错，只是你岳父还不了解你，好好在集团干出一番成绩，他自然会改观。谢谢董事长，等我做出成绩，一定约他出来。到时候您能不能也来给我撑场？我要当面告诉他，他有多愚蠢，差点错过我这么优秀的女婿。好，我一定到场。沈川见差不多了，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岗位。这时，黑丝行政小姐姐恰好送来一叠文件。沈经理，董事长给您的资料。谢谢。去年洛氏年会，市场经理邀请当红清纯女星赵诗怡担任嘉宾，后台直播设备未关，意外拍到她抽烟画面，人设崩塌，代言解约，面临3亿赔偿。赵诗怡反诉洛氏，骆一山摆平多数品牌，唯独国际美妆巨头拒不妥协。此任务悬至3月，无人能解。这哪是考验，是故意刁难吧？短剧《女友》竟是豪门千金，播放量破2亿，成5亿黑马。导演曾抵押房产拍摄，拍摄末期只剩10块钱。透露曾向骆氏集团拉投资，被拒5月12日。集团投资部眼光不行啊，这匹黑马我投了。冰霜美妆推出丧系厌世妆风靡全球，总裁柳若冰称赵诗怡是最佳代言人，其他房造成巨大损失，将坚决追责。赵诗怡表示会继续起诉骆氏。5月20日，这新闻意思是我没能解决这个矛盾，可我现在连突破口都找不到。就在这时，沈川的手机铃声响起。喂，您好。您好，是灵环大厦的房东先生吗？我是2806租客，想和您谈谈续租。房租照旧，按原合同，我发你账号打款就行。我们能见面聊吗？可以，但房租不会降。约定时间地点后，沈川挂断电话，之后按照约定到达了一家茶餐厅，成功和赵诗怡见面。你就是房东哥哥对吧？我叫赵诗怡。赵诗怡，巧了，我正满脑子都是你的事，你的情况我大概知道，想优惠多少？原来8万1个月，现在能不能降到6万？可以。靠，砍少了。与此同时，在餐厅不远处卡座，男艺人刘烨与新人女艺人低声交谈。叶哥，这餐厅里真的全是记者，公司安排好了，等我们不小心被拍到，直接官宣恋情，热搜预定了。谢谢叶哥带我。谢公司吧，当年他们也想这样捧赵诗怡，可惜他不配合，现在换你了。此时的沈川正思考如何把赵诗怡与短剧黑马丧系厌世妆串联起来。房租可以降到5万，还支持岳父。话音未落，餐厅某处传来尖叫。赵诗怡！瞬间，四面八方涌出举着相机、手机的狗仔，将2人包围。见状，赵诗怡一愣，随即起身，眼眶瞬间泛红，指着沈川颤抖：“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你能不能别再自作多情了？当年你走的那么绝情，知道我有多痛吗？算我求你了，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话音落下，他抹泪转身，快步离开。一部分狗仔追去，一部分围住沈川。先生，您和赵诗怡什么关系？他塌房是因为您吗？这演技，我差点都信自己是渣男了。沈川无奈摇头，随后他迅速结账，施展特种兵王的身法闪出人群。等他回到家，打开微博，瞬间愣住，神秘男子竟是赵诗怡塌房真凶。
赵诗怡惨遭渣男抛弃，性格大变。深扒赵诗怡与神秘前任纠缠10年，完了，要被网暴了。沈川上热搜的这件事，此刻洛家也都知道了。好小子，这么快就联系上赵诗怡，还以身入局，自毁形象，帮他挽回人设，这思路妙啊！拜，网友要人肉川哥了，你快帮帮他。喂，老陈，把微博上那个神秘男子的热度压下去，信息屏蔽掉，对，保护性处理。骆一山挂电话后，骆清霜赶紧给沈川发微信：川哥，怎么回事？看见信息，沈川随即发长语音解释前因后果，包括买楼、偶遇赵诗怡、狗仔突袭等事。什么？你瞒着我买了一栋楼？本来想等你生日当惊喜的。谢谢川哥。不过川哥，赵诗怡这事的关键不在他，而在冰霜美妆的总经理柳若冰。随后骆清霜发来长文，简述柳若冰因粤省豪门重男轻女，被迫联姻而离家创业，厌恶豪门施压的往事。当初我爸找柳家关系想和解，反而激怒了他，所以这条路走不通。厌恶豪门施压，重男轻女，联姻。想到这里，他脑中串联起桑系验尸妆、短剧黑马赵诗怡的可塑性，一个计划逐渐成型。多谢老婆大人提供情报，完美解决方案已在心中，静候佳音。什么方案呀？天机不可泄露。话说，老婆你怎么对柳家这么了解？难道你也是隐藏的豪门千金？怎么可能？我爸就一个势利眼小奸商，离豪门差10万8千里，我纯普通老百姓。解释完后，骆清霜放下手机，跑去找骆一山。拜，川哥说他有完美解决方案了。什么方案？不告诉你。话音落下，骆清霜转身跑回房间，骆一山愣在原地，心痒难耐。次日早晨，沈川来到公司，一直在投资部附近徘徊。近中午时，投资部王经理送一名戴眼镜的胖男生走出接待室。你的剧本我们评估过了，缺乏商业价值，抱歉。谢谢王经理。看见胖子，沈川眼睛一亮，因为他正是新闻里那个吃馒头拍出爆款短剧的导演。沈川佯装路过，瞥见剧本封面标题，女友竟是豪门千金。哥们，编剧，这名字挺吸睛啊。你也觉得？我跟你讲，内容更精彩。导演递过剧本，沈川则是快速翻阅。虽然内容确实普通，但沈川相信系统判断，剧本不错，来拉投资的。但被拒了。好事多磨，走，我请你吃食堂，边吃边聊，吃完再找王经理聊聊。此时走在前面的王经理闻言停下。你是市场部的沈川？是，王经理，我觉得这剧本有潜力，要不您再考虑考虑？可以，但我有个条件。您说。如果剧本扑街，你要主动辞职，离开骆氏集团。王经理，咱俩没仇吧？没有，所以你敢不敢赌？包赢的局，为什么不赌？我说立刻辞职，我赢的话，我也辞职。别，您是集团栋梁，辞职是损失。这样吧，您输了，请全公司喝奶茶。可以，你要多少投资？100万，我给你300万。事情确定后，沈川就离开了。直到下班时间，沈川被赶来的胖子导演拦住。沈经理，投资款拿到了，真的太感谢您了。我想把您列为联合制片人。客气了，我只是不忍心好作品被埋没。对了，演员定了吗？配角定了几个同学，女主还没找到合适的，需要能演外表乖乖女，内心火辣的反差感。我有个推荐，赵诗怡。赵诗怡，她简直是量身定制，您认识她？喂，今天有空签合同吗？顺便问下，有档期接部短剧不？大哥，我前一线明星去拍短剧，以后怎么混？不来算了。来，谁让我欠你人情呢？商量好后，沈川拿着剧本约了赵诗怡见面，并且将剧情给赵诗怡过目。人设我喜欢，但剧情真能火。能，而且能让你重回一线。大哥，你认真的？自然。钱，谁让我欠你的？随后赵诗怡签下合同，并且收到预支的20万片酬，顺便将房租也给交了。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你的麻烦关系到我能不能当上市场经理。你是骆氏的人，都有栋楼了还上班？你们总想压榨房租，我不工作会饿死。这是人话吗？随后沈川花20万办会员，带着赵诗怡前往了汉山汽车俱乐部，因为他从行政小姐姐那里打听到，柳若冰并不在冰霜美妆，而是在这个汽车俱乐部。进入俱乐部久远处卡座，一身黑色皮衣的柳若冰独自饮酒，身材傲人。刘总好，骆氏市场部经理沈川。我告诉过骆以山，条件不变，下月底前付不清违约金，衙门见。也许有别的选择，赵诗怡是您新产品的完美代言人，尤其是5一黄金周那款，简直为她量身定制。你从哪知道新产品？我说了，我是市场部经理。赵诗怡已经塌房了，如果她能重新爆火，甚至更红呢？骆以山都不敢吹这牛。刘总今天没看热搜吧？闻言，柳若冰满不在乎的拿起手机看了一眼热搜，瞬间不淡定了。你到底是什么人？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网友。恰好此时，酒吧大屏幕赛车比赛结束，柳若冰忽然勾起嘴角，敢赛一场吗？愿意奉陪。随后，柳若冰将沈川带至停车场，一群玩车的年轻人围上来。冰姐，今天林少没来，没人敢跟您跑啊！您还是在酒吧观战吧。车接他。哥们，祝福啊！该车在冰姐。他
他很厉害。厉害，并且在汉城赛道中没输过，上周刚赢了个省拉力冠军。爹，哥们你哪来的？连车都不带。我不是专业车手，陪刘总玩玩。上一个这么说的，分抽操都1米高了。消息迅速传开，此时的酒吧内正在迅速开盘，沈川则是一脸平静坐进迈凯伦。随后秋名山车神天赋激活，他瞬间熟悉车辆性能。要熟悉赛道吗？不用。话音落下，只见骑手刚挥起，两车瞬间弹射 ，GT2 则是瞬间领先，两车先后进入弯道 ，GT2 保持50米领先，但距离未再拉开。冰姐对赛道了如指掌，新人唯一机会，山顶360度夺命发卡弯。此时的山顶弯道在即，柳若冰提前减速，却见后视镜中迈凯伦毫无减速迹象。前面是夺命弯，减速。多谢提醒。只见迈凯伦在距弯道50米处反超，仍不减速。弯道前，沈川精准将右侧车轮卡入排水区，方向盘猛打，手刹拉起，黄色迈凯伦贴山壁划出完美漂移弧线，稳稳过弯。排水区过弯，这操作是人能完成的吗？山脚终点，柳若冰停下车，摇窗看向沈川。疯子，尽在掌握。上车。随后，柳若冰将沈川和赵诗怡带上离开俱乐部，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说说你怎么让赵诗怡重新爆火？我投资了一部短剧，她演女主，剧必爆。剧本我看看。沈川递上手机，柳若冰翻阅，渐入迷。半小时后抬头，这短剧确有爆款潜质，还缺投资吗？拍摄资金够了，但可以接广告植入。冰霜彩妆有兴趣？500万，剧中植入我们新品丧熙艳时装。成交。随后，柳若冰示意秘书带赵诗怡去签新代言合同。室内只剩沈川和他二人。你之前说我们可以是盟友，是你对我的事了解多少？闻言，沈川也没藏着掖着，直接将自己从女友哪里知道的说了出来。所以你是想告诉我，你痛恨豪门旧思想，愿意全力帮我，就凭你一个吃软饭的穷小子？刘总，我几天前才知道女友是骆家千金。不重要，你能坐在这里，我已认可你的能力。不管你是早知情还是真巧合，我只看结果。明白。那柳总想怎么合作？骆家那种豪门，即便你能力再强，入赘也会被看不起。若不入赘，骆以山根本不会把女儿嫁给你，除非你成长到能与豪门平起平坐。但这单凭你一人做不到，你需要我的帮助。我要付出什么代价？假装我的男朋友。刘总，我有女友，很爱她，假装也不行。先听我说完，知道我为什么能在汉城创业，没被家里强行带回去吗？因为你的未婚夫赵瑞龙，粤省第一纨绔，控制欲极强的变态。他同意我来汉城，是为了从精神上击垮我，让我彻底屈服。我的秘书是他的人，我换过3个秘书，最终都变成他的眼线。我在汉城的一举一动，全在他监控下。我曾找过2个假男友，一个普通白领，1周后惨死街头；一个顶流明星，官宣第2天意外身亡。刘总，你这是要坑死我？没错，哪怕只是一张亲密照传到赵瑞龙手里，他也会派人杀你，这就是代价。代价我懂了，让我能得到什么？大湾区核心地块，面积15亩，只要你合作，这块地5成转让给你。沈川扫过文件，心中震动。刘总为什么选我？因为你是个疯子。合作愉快。话音落下，柳若冰却突然握住他手，借力倒入他腿，仰头贴近，同时手机快门声轻响。刘总，你这是？一张亲密照而已，放心，我不会发朋友圈，他只会无意中被赵瑞龙看到。随后，柳若冰将手机遗忘在茶几上，走向门口。我的秘书5分钟后会来收拾房间。沈川自然明白，虽然2人前脚离开，女秘书就推门进入接待室，发现手机，秘书熟练解锁屏幕，看到照片，他立马用手机拍下照片，发送至一个备注为赵少的号。冰霜美妆和赵诗怡签好了代言合同之后，柳若冰就带着赵诗怡去了解他们即将在5·1发布的新产品。沈川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就回到了出租屋。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势，获得金色天赋词条赌神。话音落下，海量赌术知识涌入，沈川感到五感大幅强化，川麻、广麻、德州、梭哈，连听头变点都会了。这要是去澳门，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势，奖励道具宝箱层1，道具箱开，获得头条搜索权1，能主动搜索未来新闻。算了，先留着吧。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洛清霜被一脸严肃的洛一山叫住。站住！叶凡回国了，这周末你俩见一面。不见。你上次怎么答应我的？你还答应不刁难川哥呢，结果给他地狱级任务。那是考验。这样，你带他一起去。真的？公平竞争嘛。川哥，危机！我爸逼我27号去相亲。那我陪你去，为你保驾护航。好啊，但你千万小心，里面肯定有阴谋。放心。两人聊了一会，互相道了晚安后，沈川刚想睡觉，就突然收到未来头条的推送。4月27日，叶氏集团在汉江广场举办赌神争霸赛，冠军奖保时捷911，东瀛赌王渡边雄突然杀出，横扫全场，家住迎走叶氏最大豪车店。小鬼子也敢在汉城撒野，得教教他谁是爹。就这样，
时间一晃来到了4月27日，而在一辆宾利欧陆内，一男一女端坐着。小倩，我穿这样会不会太随意？哥，国内约会不兴西装革履，还有地点选汉江广场是为了帮你。为什么？咱家今天在那办赌神争霸赛，冠军奖保时捷911，我安排了黑幕，你带双姐参赛，轻松赢车，他肯定对你刮目相看。这不好吧？榆木脑袋，双姐万一带男朋友来，我就帮你把电灯泡弄走。哎，我真是操碎了心。不一会，两车先后抵达汉江广场，叶倩儿跳下车，直奔高尔夫。随后沈川推门下车。倩儿，小双，好久不见。叶凡哥哥，好久不见。这位是沈川，双儿的男朋友。你好，叶凡。随后，只见叶倩儿快步插到沈川与洛清霜中间，挽住沈川胳膊，猛给哥哥使眼色。见状，洛清霜立刻挽住沈川另一侧手臂，叶凡则是手足无措站在原地。哥，你倒是上啊 ！A 计划失败，算了，启动 B 计划。走走走，赌神大赛要开始了。随后4人报名参赛。领取完欢乐豆，工作人员刻意将叶凡与洛清霜安排一桌，沈川与叶倩儿一桌。他观察洛清霜那桌，只见发牌器发牌后，新上桌的路人必叫地主加倍，而洛清霜手牌总是3炸加王炸。这些地主是你请的托吧？听不懂啊，川哥，这把王炸太幸运了，你怎么样？我还早，你这位置运气真好。那你坐这儿，吸吸欧气。闻言，沈川当即坐下，叶倩儿立刻坐在对面。沈川哥哥，带我。好啊。随后新路人入座，外套下露出工作人员衬衫，果然是托。发牌前，沈川指尖轻扣桌底，发牌器啪的卡住。怎么回事？发牌器坏了，我们首发吧。话音落下，沈川取出扑克，手法流畅的洗牌发牌，叫地主加倍，牌都不看。沈川哥哥太自信了吧？这个位置欧皇附体，双儿刚把王炸呢。可惜欧气走啦。叶倩儿亮牌，3个炸弹含王炸加7连顺。妹妹这手气绝了，多谢沈川哥哥发的好牌。川哥别怕，输了我借你斗。双姐姐不许耍赖哦，沈川哥哥输不起可不行。我还没开牌，怎知一定输？话音落下，沈川翻牌，甩出2个10连飞机。春天，满意吗？瞬间全场静默，继而哗然。怎么可能？真是春天，你添了。你出钱。都说了，这位置欧皇附体。就这样，叶倩儿因输光豆被淘汰，而沈川随后则是轻松赢够1万豆。过了一会，4人进入第2关，叶倩儿因淘汰只能围观。花牌加9 19点，2张花牌20点，花牌加黑桃 A 黑杰克21点，4加 K 12点。必死局，科技面前，赌神也无奈。沈川要牌，发牌器吐出红桃 Q 22点爆牌，淘汰。沈川哥哥，欧气用光了，现在是非球附体。沈川不理他。随后洛清霜、叶凡2人晋级第3关，沈川也准备进入第3关。淘汰者不能进入下一关。川哥不去，我也不去，让他进吧。来到第3关的龙虎斗，第4关俄罗斯轮盘，发牌器接暗控结果，洛清霜、叶凡轻松通关。进入第5关前，舞台下观众已被安排带节奏。两人好配，赌神夫妇，郎才女貌，天作之合。这也是你安排的？为了我哥的幸福。那我的幸福呢？我会补偿你的呀，沈川哥哥想要什么都可以哦。666，比赛结束，只见舞台上，主持人将叶凡、洛清霜请至中央。本届赌神争霸赛获胜者叶先生与洛小姐，可冠军奖励只有1辆超跑911，可2位都是赌神，这怎么办？请把奖励送给这位女。叶凡话音未落，却突然被一道蹩脚中文打断。赌神荣誉，凭实力赢得，奖励岂能相让？只见武田一郎身穿和服，眼神锐利地跃上舞台。这位先生，您是？武田一郎，都灵汽车品牌汉城总负责人，兼大樱花帝国赌王大弟子，特来会会龙国赌神。什么玩意儿？还赌王大弟子？小鬼子滚回去！武田先生，这只是车展出行活动，并非正规赌赛。赌神2次启用亵渎，莫非龙国赌神不敢应战？若承认龙国赌术不如樱花国，我立刻离开。不，让这孙子跪下就跌。赌神夫妇教他做人。闻言，此刻台上的叶凡开始紧张，洛清霜也感到不安，2人同时看向台下。沈川见状，对洛清霜点头鼓励，叶倩儿则是给哥哥发微信：哥，答应他，设备我控着，稳赢。叶凡收到信息，深吸一口气，我们接受挑战。赌注是这辆保时捷911。小气，要赌就赌大的，我押上东城区日系豪车专卖店，你们也是敢接吗？全场哗然。叶凡、洛清霜再次看向台下，小妖精，敢接吗？1家4S 店而已，我名下好几家呢，接。叶氏集团跟注东城区好车4S 店1间。随后双方签订协议，赌局正式开始。叶凡、洛清霜、武田一郎入座，而发牌器已被叶倩儿远程控制。来到第1局发牌，地主对4，一对 A 过，一对2， 4对3过，4道 A 顺子，春天。赌神牛逼，小鬼子傻眼了吧？原来如此，怎么回事？
发牌器怎么坏了？那找客人发牌吧。不必麻烦。话音落下，武田一郎倒出发牌器中的牌，手法娴熟的洗牌发牌。随后叶凡和洛清霜看牌后面露喜色，武田一郎则是嘴角微扬。两位叫地主吗？那我不客气了，地主加倍10两推挤春天。很快，眼见的观众发现武田一郎的牌面与沈川营业切尔十一模一样。这鬼子出千吧，牌都一样。你出老千，还是你们的。倒是刚才用发牌器时，怎么某些人把王炸？那是运气。只许你们有运气。下一局你发牌，但我要切牌。随后叶切尔洗牌后递上，武田一郎切牌瞬间手指微动，叶切尔毫无察觉。发牌完毕，武田一郎未看牌。两位叫地主吗？地主顺子，去下一关吧。地主输了。闻言，叶切尔急忙翻开武田一郎的牌，只见4张 A 王炸，3道 K 通天顺。他根本没摸牌，怎么做到的？你赌神加油，干翻小鬼子！叶切尔发现不对劲，慌张找到沈川。沈川哥哥，他切牌时换牌了，我怎么没看出来？人家是赌王弟子，你能看出来？你就是赌神了。那你能看出来？你比他厉害。你猜？沈川哥哥，帮我们叶家赢了鬼子，他那家 4S 店给你，我保证我哥不再纠缠双姐。成交。比赛开始，武田一郎又是轻拍桌子，随后发牌器再次失灵，发牌器又坏了。小姑娘手动发吧。随后叶切尔洗牌，武田一郎切牌，洛清霜看向沈川，沈川摇头示意不切牌。赌神女士，开牌吗？开。你是她男朋友，介意我替她开牌吗？请便。话音落下，沈川接过洛清霜的暗牌，甩在桌上，本来的方片9瞬间变为黑桃。黑杰克赢了。沈川哥哥帅炸，高手我输了。随后武田一郎将自己暗牌也是黑桃悄悄塞给叶切尔，省时间。下一局龙虎斗，一局定胜负。加注吗？谁输跪下叫爸爸。可以，但你若输，要跪喊龙国赌神是垃圾，东瀛赌王无敌。先。比赛开始，叶切尔递上新牌，两人都没有切牌。我先抽。沈川伸手抽牌，武田一郎突然食指弹开目标牌，另一手抢牌，沈川猛拍桌，整副牌炸飞空中，两人同时盯住空中黑桃 A， 手影交错抢夺，沈川抢先抓住，小心！危机时刻，沈川瞬间侧身截住飞牌，武田一郎趁机掠过沈川的牌，随后黑桃 A 变成方片2。鬼子耍阴招，无耻！沈先生，愿赌服输。看看你的牌，不管什么牌都大过你的2。话音落下，武田一郎愣住了，因为他的掌中空空如也。不可能，愿赌服输，还不跪下来叫爸爸？对，不要欺人太甚。怎么要耍赖了？赌场的规矩你也都懂的。爸爸，我错了，儿子乖。随后武田一郎仓皇逃离，沈川则是牵洛清霜低调离场。叶凡欲追，被叶切尔拉住。哥，放弃吧，你跟沈川哥哥不是一个等级的。另一边，沈川和洛清霜道别后就独自回到了出租屋。改变未来走势，获得金色天赋催眠大师，加载词条完成，催眠知识已经涌入宿主脑海。这下连老丈人小金库密码都能套出来了。5.1黄金周后 ，A 股惊现3只妖股，股市提款机来了。水月居楼盘因张氏地产前负责人张承受贿使用劣质材料成烂尾楼，骆氏退出并起诉张家索赔200亿。张氏地产意外发现2期地皮蕴含矿脉，估值300亿。5月28日。张家这运气，截胡，必须截胡。与此同时，开着保时捷回家的洛清霜直接将保时捷钥匙扔给了洛一山。叶凡送的吗？闻言，洛清霜得意地将沈川碾压东瀛赌王全过程告诉了洛一山。他还会赌术，5.1慈善晚会有慈善赌局，带他去，绝对碾压全场，港商大订单稳了。爸，你笑啥？没什么。对了，5.1我带他去个慈善晚会见见世面。时间来到周一，此时的沈川正愁如何阻止杀猪盘，却不料洛一山突然推门而入。董事长，小沈，5.1有安排吗？正想着怎么救你呢，暂时没有。你有指示？我缺个男伴参加慈善晚会，王秘书临时有事，你陪我去吧。老丈人这是自觉跳坑让我填，多谢董事长栽培。对了，你老家有老中医吗？或者你会治腰椎的偏方不？建议您去医院，偏方多骗人。好吧。时间来到5月1日晚，洛一山把沈川叫到书房。晚会重头戏是慈善拍卖，我准备拍件藏品。您拍什么？张信赔罪送的富春山居图，集团3位鉴宝师都鉴定为真迹，你也看看。一眼假，那3个鉴宝师被收买了。等等，这纸墨不对劲。随后沈川开启鉴宝大师专注观察，突然发现夹层异常。原来如此，画有问题。不是真迹。闻言，洛一山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张信与一年轻人对坐饮茶。周公子，这局真能成。上次赌骆氏大门，你可失手了。意外罢了，那个沈川不过是走运的蝼蚁，今晚只是开胃菜。3月内，我必让洛一山身败名裂。那就提前恭喜周公子复仇成功，画准备好了。一模一样的富春山居图，但我的才是真迹。
很快在汉城体育馆外豪吹云集。洛一山的迈巴赫停稳，沈川则是先行下车，瞬间引发关注。这年轻人是谁？秘书、私生子、女婿？随后，沈川与洛一山并肩步入会场，被引至 C 位落座。很快，汉城的2把手、湘江商会代表洛一山依次致辞后，美女拍卖师上台。下面这件拍品，元代皇宫望富春山居图，由洛氏集团提供，起拍价2.5亿，每次加价不低于1000万。真迹竟然在洛首富手里。听说港商悬赏千万找线索呢，这是冲着湘江商会那个200亿项目来的吧？竞价很是激烈，很快标至5亿。一位港商李先生最终拍下成交，恭喜李先生。话音刚落，准备多时的周鸿山突然起身。洛一山拍卖的富春山居图是赝品。年轻人说话要负责，我负责，我愿为他担保。让他说。随后只见周恨山大步上台，指向画作。黄公望用诚心堂纸作画，此纸柔韧无折痕，明代已失传。只见他当众用力折画，一道明显折痕留在纸上。这纸是仿的。你如何证明诚心堂纸的特性？因为真迹在张氏地产手中。话音落下，张信捧着另一幅画卷缓步上台。骆总，本不想让您当众难堪，但若赝品流出，世人会嘲笑我汉城商界尽是骗子，张某只能得罪了。随后，张信展开手中画卷，另一幅富春山居图赫然呈现。台下，沈川低声问洛一山：“董事长，那年轻人您认识？”“从未见过。”“可他看您的眼神，为何像在看杀父？”听完沈川的提醒，洛一山才注意到周恨山眼中刻骨的恨意。他努力回忆，却对这张年轻面孔毫无印象。此时，张信展示的画作与洛一山的拍品一模一样。周恨山在张信的画上用力一折，折痕迅速消失，而洛一山那幅画的折痕依旧清晰。现场顿时哗然。我去，竟然真的没有折痕！洛首富的这幅真是赝品。李振廷低声对秘书吩咐，随后秘书点头离去。很快带来一位身穿唐装的贾思国，在秘书陪同下走上舞台。他是湘江的贾思国贾老。鉴宝第一人，湘江商会果然有备而来。话音落下，只见贾思国熟练地使用工具鉴定2幅画。这幅是真品无疑，这幅临摹技艺登峰造极，足以乱真。若非这纸张不对，是仿诚心堂纸，而非真诚心堂纸，连老夫都可能打眼。可惜纸不对，对行家来说便是一眼假。骆老板，对此你是否该给我一个交代？市长先生，我们带着诚意投资汉城，这就是你们对待伙伴的方式。若无合理解释，湘江商会绝不会罢休。吴代表，稍安勿躁，其中或许有误会。骆总，您看这。小沈，你去向大家说明一下吧。好的，董事长。只见沈川从容走向舞台中心，随后对贾思国礼貌鞠躬。贾老，诸位，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董事长这幅富春山居图正是张信张总所赠。年轻人在座皆是体面人，信口开河只会让你像个笑话。我承认近期与骆总有些商业摩擦，但这无损两家交情。退一万步，就算我张某是小人，打假画害人，可这画纸张破绽如此明显，骆总麾下专家如云，刘老更是古玩协会名誉会长，他们会看不出，除非他们都是酒囊饭袋。不，正因我们集团的专家眼力高超，他们不仅看出了纸张的问题，更看出了此画之下另藏玄机，所以当时才未点破。玄机，小伙子。此话何意？贾老，您一定知道民国收藏大家许一成先生吧？当然，许先生临摹技艺出神入化，当年为保国宝不被外寇掠走，以假替真，功德无量。难道那幅才是真品？贾老，您想的没错，这幅看似赝品的画，正是用了许一成先生最擅长的画中藏画之术，而旁边张总那幅同样也是真迹。画中藏画，那为何有2幅真迹？这说不通。请您稍后，谜底马上揭晓。现在我需要先揭开这幅画的秘密。随后，沈川取来专业工具包，戴上手套和眼镜，开始操作。他喷洒特制药水，用镊子和小刀小心翼翼地处理洛一山那幅画。贾思国一边看，一边激动地向众人解释：许一成先生当年为防国宝在内乱中受损，独创画中藏画之技，将真迹精心葬于自己临摹的足以乱真的赝品夹层之中，非顶尖大师难以窥破此中奥妙。沈川成功揭开表层，取出内里一幅更显古旧的画作，他同样在画角一折，折痕瞬间消失。诸位请看，这才是真正的诚心堂纸，快让老夫看看。真迹，这也是真迹，笔意神韵纸墨都对，可是为何有2幅？贾老，诸位，这便是答案。熟画大家作画，力透纸背，精气神融入每一笔。而装裱行业有一门绝技，可将一幅真迹，特别是纸本画，完好的揭分成数层。这2幅富春山居图都是真迹，因为它们本就是同一幅画被揭开的不同层次。原来如此，确实这2幅画的纸都比寻常诚心堂纸略薄一层，小有眼力超群，手艺精湛，老夫佩服。日后若有暇，万望来湘江一叙，老夫定当引荐几位同道与您切磋。贾老过誉了，
待手头事务处理完毕，必当赴湘江拜访您老。两幅都是真的，闻所未闻。这沈川什么来头？连贾老都如此敬重。骆首富这是将计就计，反将一军啊！骆一山此时才缓缓起身，面带微笑，看向李振廷。李总，看来这确实是一场令人惊喜的误会。骆总是在下唐突了。晚会结束后，不知可否赏光一起喝杯茶？一定。骆总，误会，天大的误会！我此举全然是为了维护咱们汉城企业界的信誉和形象啊！理解，还要多谢张总，让我们有幸见识这失传的绝技。只是如今两幅真迹统现，不知张总可否割爱，将你手中那幅转让给我？骆总见外了，我既带来此画，本就是为慈善添彩。既然您的画做了压轴拍品，那我这幅就作为接下来慈善赌局的彩头，如何？价高者得，善款全数捐出。如此甚好，张总高义。只见沈川回到骆一山身旁落座，而在不远处，张信低声说着：“这就是你的完美计划。”谁能想到，这个沈川不仅懂赌，还是个深藏不露的鉴宝大师。我真金白银花3亿买来，专门用于搭线李总的那副真迹，现在却要被迫当彩头送出去。若在接下来的慈善赌局上，你不能帮我把那副真迹赢回来，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张总放心，我请了东瀛赌王的大弟子，保证万无一失。最好如此。此时沈川正好与周恨山视线相撞，不自觉打了个寒战，仿佛被一条阴冷的毒蛇盯上。我操，这就被反派 BOSS 盯上了。随后沈川迅速拿出手机，点开未来头条 APP， 之前解决杀猪盘危机的奖励，一张头条搜索券尚未使用，他立即输入周恨山3字。周恨山，其母周淑芬与骆一山同村。骆一山年少时曾痴恋周淑芬，但周淑芬一心攀附富贵，视其为备胎。骆一山醒悟后离村奋斗，终成首富。周淑芬却被假富二代所骗，怀孕后遭抛弃。得知昔日备胎成首富，自己却落魄不堪。周淑芬精神崩溃，常年对儿子周恨山灌输其父是骆一山，为攀高枝抛弃他们母子的谎言，并伴以虐待。周恨山自幼活在痛苦与恨意中，将所有不幸归咎于骆一山，立誓复仇。其人心思缜密，手段狠辣，章程购入灵环大厦的陷阱即出自他手。这剧情也太狗血了吧！居然真让我碰上了，哎，难搞啊！为了未来老婆和老丈人，这梁子算是结死了。大哥，为了你家这点事，我可真是操碎了心。此时拍卖环节因众大佬心思已飘到后续赌局而冷场，连续2件拍品无人问津，美女拍卖师硬着头皮继续。下一件拍品，明代唐伯虎《猛虎下山图》清代摹本，虽为仿品，但出自清代名家之手，极具收藏价值。起拍价500万，每次加价100万。现在开始。仿品有啥意思？就是要是真迹还行，赶紧下一环节吧。骆氏集团出价500万。他出手了？难道又是画中藏画？说不定真是唐伯虎真迹。600万、700万、800万、1000万、1500万。最终，这幅仿品以1500万天价落锤。后续拍品，只要沈川喊价，必有人跟风，拍卖会热度诡异的回升。萧神，你这可不厚道啊！董事长，我可什么都没说，只是帮您叫个价而已。很快拍卖结束，舞台布置成赌场，美女主持换装登场。接下来是慈善斗地主环节，最终胜出者将获得由张氏地产赞助的彩头富春山居图真迹，参与免费，但若被淘汰，需认捐5亿善款。现在开始，而沈川作为骆氏代表上场，第一局对手竟是一对双胞胎，分属2家公司。这也行？为什么不行？沈川心知对方可能利用心灵感应，果然牌局开始，判断沈川牌面较好的哥哥抢叫地主90 JQK。随后只见沈川对着哥哥打了个清脆的响指，吸引其注意力，目光深邃的直视对方眼睛。敢抢地主，牌肯定不差，所以我一张都不会放过。战！啪一声将4张7拍在桌上，双胞胎哥哥顿时皱眉。沈川趁其未反应，再次打响指，目光锁定地主不出牌，那我继续了。等等，我们是队友，但我想出牌，不行吗？行。话音落下，双胞胎弟弟打出4个挑衅，沈川不要，弟弟又出3个3，哥哥跟3个 K， 你要吗？不要。随后双胞胎弟弟也不要。双胞胎哥哥看了看手牌，脸上露出兴奋之色，抽牌打出2、3、4、5、6，爆单。他把单张2当顺子打了，脑子坏了。你出的什么？3、4、5、6、7啊，顺子怎么了？双胞胎哥哥并不知道，他眼中看到的已被沈川的催眠暗示扭曲。落子无悔，想当众出千吗？少废话，你要不要？不要。随后哥哥出单张卷，沈川跟 Q， 弟弟试图逼沈川炸弹出小王，哥哥竟直接用大王压上。你干什么？赢啊！我剩3带2，他炸弹早拆了。等等，炸弹4个8，你们应该都没炸了吧？游戏结束，3个4， 3个5，一对 Q， 飞机带一对。只见灯光聚焦在最终赌桌，随后双胞胎哥哥被保安请离场。妖术，他用了妖术。
那把不算。沈川闻言只是淡定地坐在原位，拿起水杯喝了一口。催眠术，绝对是催眠术，那几下响指和眼神。罗首富从哪儿挖来这种全能鬼才？鉴宝、催眠，还会赌。照这么下去，彩头怕是要归骆氏了。过了一会，比赛继续，后续几轮，沈川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把当地主，快速淘汰对手。他的手法越发精妙，有时只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停顿，一个特定的手势，或一句看似寻常的询问，就让对手做出错误判断。看见没？他没打响指，但刚才那个姓王的老板出牌时犹豫了3秒，就是被他之前那句话影响了。这防不胜防啊！举报都没证据。完了，港商那200亿，骆一山要一口吞了。与此同时，另一张赌桌，代表张氏地产的东瀛男子武田一郎，同样以碾压姿态连胜。他手法精准，算牌冷酷。快看张信那边，那个东瀛人也很强。那是武田一郎，东瀛赌王古川清一郎的大弟子，花臂老五厂子的老千就是他揪出来的。这下有好戏看了，催眠大师对赌术高手。果不其然，最终其他选手悉数被淘汰。舞台上只剩沈川与武田一郎2人，主持人只能宣布规则更改。由于仅剩2位选手，最终对决项目更改为摇骰子、猜点数，一局定胜负。首先有请张氏地产代表武田一郎先生。你确定武田能赢？那小子邪门的很。张总放心，武田先生精研心理学，本身抗催眠能力极强。沈川那点伎俩，在真正的赌术大师面前不过是杂耍。接下来有请骆氏集团代表沈川先生。话音落下，沈川从容上台，走向赌桌。当他看清对面坐着的武田一郎时，眉毛微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武田一郎在看清沈川脸的瞬间，瞳孔猛缩，脸上的傲然僵住，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惊愕和难以置信。哟，这不是我的乖儿子吗？怎么上次输得不够爽，特意来找爸爸复仇了？这次赌注还是跟以前一样，叫声爸爸就让你少输点。闻言，武田一郎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握紧的拳头微微颤抖。他脑海中瞬间闪过之前在叶家车展被沈川全面碾压，最终被迫认输的耻辱场面。大哥，怎么会是他？中华赌神那个怪物，不行，跟他赌只会重复上次的耻辱。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武田一郎猛地站起身，椅子摩擦地面发出刺耳声音。他极其勉强地对沈川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用带着明显颤音的蹩脚中文快速说道：“沈先生赌术高超，鬼神莫测，我自认不是对手，告辞。”说完，他几乎是仓皇地对着主持人方向胡乱一鞠躬，然后头也不回，近乎小跑地冲下了舞台，消失在侧幕，留下满场错愕的观众和呆住的主持人。跑了，东瀛赌王的大弟子直接弃权逃跑。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朋友圈刷爆了，叶家车展有个中华赌神狠狠教训了一个来踢馆的东瀛赌术高手，把对方赢得喊爸爸，原来就是沈川和这武田一郎。我的天，鉴宝大师、催眠大师、中华赌神，这沈川到底是什么来路？骆首富这回真是请了尊真神啊！慈善晚会结束后，沈川抱着装有富春山居图的锦盒，与骆一山一同乘车离开。车内骆一山眉头紧锁，若有所思。董事长，合作谈得不顺利？不，合作很顺利。李总因为你帮忙凑齐2幅画，很高兴，条款对我们很有利。那您怎么还愁眉苦脸的？做合作谈下来了，但我这边有点麻烦。算了，先不说这个。小沈，这次你立了大功，之前那个市场部的考验就算了吧。收假后直接任命你为市场部经理。别，董事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有眉目了，收假前应该能搞定。冰霜彩妆的难题你有办法了，怎么做到的？董事长，容我先卖个关子，等任务完成，我再向您详细汇报。好吧，你小子。不一会，车子驶入普通小区，停在沈川租住的楼下。早点休息，这次辛苦你了。董事长客气了，应该的，您也早点回去休息。沈川转身上楼，骆一山目送他离开后，脸上笑容收敛，重新被愁绪覆盖。与此同时，另一边张信的奥迪8级刹在江边，车门猛地打开，周恨山被2名彪悍保镖粗暴地拖下车。这就是你的完美计划，又让我赔了5个亿，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保证的？我他妈怎么会信你这个废物？张总，计划赶不上变化，虽然这次失败了，但也让我们摸清了骆一山的底牌。那个沈川，只要我们查清他的背景，下次……邪气，你还想有下次？做掉他，扔江里喂鱼。保镖已死死按住周恨山，保镖甲持刀逼近，就在刀锋即将触及皮肤刹那，周恨山动作快如鬼魅，砰砰2声闷响，2名保镖应声倒地。随后他手持匕首，一步踏前，冰冷的刀锋贴在张信脖颈处。你想干什么？周恨山另一只手慢条斯理地掏出一只小巧的录音笔，按下播放键，里面传出张信和他密谋陷害张成的声音片段。张总，听听这个，你说，如果我把这支笔交给最重家族团结的张老爷子，他会怎么处置你这个谋害亲弟的好儿子？周恨山，你他妈真卑鄙！呵，卑鄙！比起张总你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我这点自保手段算得了什么？一次失败就要灭口，成功了，我还有活路吗？那还不是因为你让我损失了8个亿？我说了，是意外，区8个亿，
我动动手指就能帮你赚回来。这样，往你股票账户转10个亿，1周我还你18个亿。对啊，如果你能做到，合作继续。闻言，周恨山缓缓收回匕首，随手扔给挣扎爬起的保镖。张总，我的能力和脾气你最清楚，下次再敢过河拆桥。误会，都是误会，都怪洛一山和沈川。翠西，我一定全力支持你，搞垮洛一山。随后，周恨山冷哼一声，不再言语。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沈川疲惫的洗漱完毕，刚躺上床，屏幕亮起未来头条 APP 推送3条新闻。他点开第一条。5月17日，刘氏能源董事长刘建国终于找到了自己丢失10年的儿子。据这位小公子回忆，当年竟是洛氏集团董事长夫人柳红故意将他丢弃。目前，柳红已被批准逮捕。不可能，阿姨她，这肯定是周恨山搞的鬼。5月10日，汉城衙门布控抓捕1名间谍，行动中被识破，1名年轻衙役为保护机密，不幸牺牲。看见这条新闻，沈川注意到新闻图片中牺牲警员胳膊上的胎记，与上条新闻中刘家小少爷描述的胎记极其相似。这胎记有关联。5月26日，林毅在汉山赛车发生事故，车毁人亡。2把手家的人关我屁事，还是先想想怎么帮阿姨渡过难关。次日一早，洛家餐桌上，洛一山正向妻女讲述昨晚沈川的战绩。川哥太厉害了，小沈确实是万里挑一的人才。那当然，我眼光能差吗？洛清霜率先吃完就回到了自己房间，餐桌上只剩洛一山和柳红。虽然有小沈帮忙，和李总的合作谈成了，这对集团转型是关键一步，但李总指定刘氏能源做3店供应商，这是麻烦了。是因为10年前那件事，要不我多去刘家走动走动。刘总是明理的人，大局当前，应该不会计较个人恩怨。不行，当年的事还没查清，娇妹的悍妇这些年没少刁难你，你却等于羊入虎口。大不了这些能源项目我们不做了。洛一山不想让妻子担心，索性转移了话题。对了，集团投资的新短剧上映了，我们一起去看看。闻言，柳红点了点头。之后，两人来到了别墅的私人影院，剧目上正播放短剧，女友竟是豪门千金。片头广告赫然是赵诗怡代言的冰霜彩妆新品。赵诗怡冰霜彩妆的新广告，这是小沈的手笔。此时，洛清霜兴奋地冲进影厅，举着手机：“老爸，快看热搜！”赵诗怡短剧首日播放量破5000万，冰霜彩妆与赵诗怡再续前缘，冰霜彩妆新品引爆市场。这小子真办成了，乖女儿，快告诉爸爸，小沈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闻言，洛清霜详细讲述了沈川通过赛车赢得与柳若冰会面机会，并最终说服柳若冰的全过程。好一个连环计，天时、地利、人和都被他用上了。看来小沈真是身负大气运之人啊！或许刘家那件事也能。一山，别给自己太大压力，顺其自然。不过这得算给小沈的最后一个考验。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周恨山指着电脑屏幕上金河生化的 K 线图。该股已连续2日跌停，今日依旧跌停开盘。张总，把你所有可用资金全部在跌停价买入金河生化，今天收盘前它会上演的天板，最少3个涨停。你确定这公司年报预告有退市风险？今天收盘就发年报了，这时候卖不是找死吗？消息我告诉你了，信不信？抓不抓得住机会是你的事。粤省国企收购重组的消息，收盘后就会出来，午盘前必有资金抢跑。我信，我怎么会不信你？我这就买，先买了10万试试水。随你。傍晚，会议室内，洛一山主持表彰大会，盛赞沈川半月来的功绩，正式宣布其晋升。会议结束，沈川看了眼手机时间，神色一紧，第一个冲出会议室，直奔卫生间，躲进一个隔间。对，是我，立刻把我账户里所有资金全仓买入金河生化，现在跌停价买入。先生，这股票有退市风险，已经2个跌停了，您要不要再考虑？不考虑，执行指令，马上。沈川挂断电话，长舒一口气，推开隔间门走出，发现外面洗手池边站着好几位刚开完会的部门经理，似乎都在洗手。各位经理好，沈经理好。沈川离开后，卫生间瞬间炸锅。听见没？沈经理全仓买了金河生化，那破股要退市了，他也敢买？可他是沈经理啊，鉴宝、催眠、赌神，万一他真是股神呢？众人虽然嘴上否定，但却眼神闪烁，迅速离开卫生间。此时，最后一个隔间门缓缓打开，洛一山走了出来，脸上带着深思。股神，小沈，你到底还藏了多少本事？洛一山回到办公室，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是他的股票账户，浮亏严重。他盯着金河生化的走势图，手指在鼠标上悬停良久，想起沈川的神奇，想起卫生间里那些经理的反应。疯了，都疯了。不过我这条老命本来也是搏出来的。只见洛一山果断操作，割肉其他股票，将所有剩余资金全数在跌停价买入金河生化。与此同时，粤省深南大道麒麟会 VIP 操盘室内，大屏幕上显示着金河生化跌停的分时图。赵瑞龙摇晃着红酒杯，姿态慵懒。几个衣着光鲜的年轻阔少盯着屏幕。冷傻，不对，有资金在跌停板上和我们抢筹，比预定时间早了10分钟。说好了11点20一起动手，那个不开眼的穷鬼忍不住提前抢跑，以后这种没格局的合作伙伴不带他们玩了。冷傻，抢筹的资金量不小，
散户跟风盘也起来了，咱们的跌停板封单快压不住了。他喵的，不等了，撤掉所有跌停封单，直接给我用100亿，一口气拉到涨停封死。肉就这么多，谁强到算谁的。操盘室内瞬间忙碌，指令下达，大屏幕上金河生化的跌停封单瞬间消失，紧接着一条笔直向上的红线暴拉，瞬间触及涨停板，并被天亮买单牢牢封死。喂，是我，查一下，刚才11点10分左右，是谁在抢金河的筹？不守规矩的人得给点教训。洛氏集团各部门办公室，电脑屏幕上都是股票软件，经理们紧张地盯着金河生化那根绝望的跌停线，气氛压抑。完了完了，100亿封单，庄家这是要往死里啊！我真是鬼迷心窍，怎么就信了？就在众人心灰意冷时，突然跌停板上的巨量封单瞬间消失，股价线微微抬头，开了。还没等他们反应，一条红色巨龙拔地而起，股价直线飙升，瞬间翻红并冲上涨停板，再次被巨量买单封死。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卧槽卧槽卧槽！看见了没？地天板，真他妈是地天板！我的天，林经理神了，我满仓涨停了，一天20%。小道消息弹出来了，粤省国资委收购重组，沈经理绝对提前知道消息。沈经理是我永远的神，跟着沈经理有肉吃。此刻的骆一山独自坐在办公桌前，屏幕同样显示着金河生化的走势。卧槽，10个亿，一天赚2亿，这生意还做个屁！当股民多爽！看来得尽快跟小沈摊牌，把我这小金库不失去，把这未来投资基金交给他打理才行。另一边，张信紧盯着电脑，屏幕上跌停封单撤掉，股价开始撬动。张信屏住呼吸，没有动，股价翻红，快速拉升。张信急忙在负2%的位置挂了一笔大买单，嘴角露出自以为精明的笑。急拉必回踩，我这位置肯定能接到。然而股价毫不停留，直线冲上涨停并封死，他挂的单子成了废单。哥，等等我啊！张总看到了，涨停了。今天这一下2亿利润到手，我说过8亿，勾勾手指的是周5前卖出，你的损失就回来了。周公子，对哦，太厉害了。不过要是多拿几天，是不是能赚更多？贪心不足蛇吞象，张总，我建议你见好就收。我贪你喵！老子只买了10万，赚2万顶个屁用！8亿我得赚到猴年马月去！我他妈真是头蠢猪，为什么不多买一点？另一边，沈川让自己的证券经纪人下了单之后，就再也没有关注股票了，毕竟系统都告诉他会连涨3天了。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向，获得词条宝箱，体坛大魔王金。随后，沈川点击加载，随着词条的加载成功，沈川脑海中多出了许多运动姿势。时间来到5月9日，此时的张信双眼布满血丝，紧盯电脑屏幕。9点30分开盘，他迅速在涨停价挂出51天量买单。佛祖保佑，菩萨保佑，让我上车，就这一次。开盘2分钟，金河生化涨停板打开，张信50亿买单瞬间全部成交。吹呀，哈哈哈！下周再吃2个板，8亿就回来了。笑容尚未消失，股价突然直线跳水。一根巨大的绿色瀑布线砸下，瞬间封死跌停板。张信表情凝固，瘫坐椅上，看着账户瞬间浮亏10亿。怎么会这样？放我出去，我要下车。此时，周恨山推门而入，张信连滚带爬扑过去抱住他的腿。周公子，救救我！我没听你的，只买了10万，今天挪了公司40亿，全仓杀进去，1分钟就亏了10亿啊！张总，你真是自作聪明。我刚收到风，未来1周金河天天跌停，你这笔钱半年内别想解套了。周公子，求您指点一条生路，1个月补不上亏口，老爷子会杀了我。路有一条，伤敌1000，自损800，就看你敢不敢赌。不敢，什么办法？你们和洛氏合作的水月居楼盘，你弟弟负责的部分偷工减料不少吧？我们把这事捅出去，但脏水全泼给洛一山，再让站在我们这边的林二老板施压，不怕洛一山不赔个底调？牵扯二老板，万一失败，你还有退路吗？左右是死，不如搏一把。我跟你赌了。与此同时，粤省麒麟会，龙少开盘有笔50亿汉城资金抢筹，挂在我们前面。汉城、洛一山想虎口夺食，撤掉所有买单，早盘直接摁死跌停。我要他下周连续1次跌停。是。阿左，再按我发个悬赏，这个叫沈川的，价钱随便开。另一边，洛氏集团大会议室，沈川被众人默契地让到洛一山左手边的2号位，他推辞不过，只好坐下。各位，集团转型的关键时刻到了。我们已与湘江李氏科技达成合作，共同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为此，董事会决定成立全新子公司，专司新能源汽车研发。子公司的负责人将从你们之中选拔，并且我个人将拿出集团10%的股份，作为对这位新任负责人的激励。闻言，全场哗然，瞬间沸腾。洛氏集团是国内500强，市值超500亿，10%的股份意味着跻身10大股东，每年分红数百万，身份从打工者跃升为资本方，所有人眼睛都红了。天了，必须拿下！选拔方式只有一个任务，港方要求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必须采用刘氏能源的3电技术，谁能与刘氏能源签下合作协议，谁就是子公司负责人，获得10%股份。话音刚落，刚才还摩拳擦掌的经理们瞬间鸦雀无声，面色为难。
纷纷低头。他们都知道骆氏与刘氏能源长达10年的死结，以及刘建国大舅哥萧剑除非我死，否则绝不合作的誓言。随后骆一山目光扫视全场，最后落在沈川身上。有谁愿意接下这个任务？董事长，我愿意试一试。好，小沈，你若能成，我之前的所有承诺保证作数。董事长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散会。小沈，你留下。众人如蒙大赦，迅速离开。会议室只剩2人。小沈，你知道为何奖励如此丰厚，却无人敢接吗？知道一些。集团与刘氏能源的旧怨，尤其是10年前那桩孩子失踪的悬案。随后，骆一山缓缓讲述10年前这件事的细节。董事长放心，这件事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还夫人清白。好小子，你若真能办到，我亲自去你家，为你和清霜的事做主。多谢董事长信任。周6下午，沈川来到城南某商场内，他将高尔夫停在商场门口醒目车位，车窗紧闭，车内前排放着一瓶医生装已被晒得温热的冰糖雪梨。他坐在不远处星巴克。下午4点左右，商场内传来骚动，一个戴黑框眼镜、书生模样的中年男人仓皇冲出，迅速锁定沈川和其身边的车。他掏枪指向沈川：“车钥匙给我。”“给你。”“给。”间谍迅速钻入高尔夫，发动，疾驰而去。车内闷热异常，空调失灵。他口干舌燥，瞥见那瓶冰糖雪梨，抓起狂饮。什么破车？这么热，这饮料也是温的。此时，年轻衙役李明追出商场，沈川立刻上前：“长官，我车被抢了，那人有枪，金色的高尔夫，汉 A23256，往汉东大道跑了。”随后，李明骑上警用摩托疾驰而去。沈川望着车消失的方向，嘴角微扬。此时的间谍驾车狂奔，腹部开始剧烈绞痛，直接停车。随后援军赶到将他抓获，而沈川也被邀请到分局。多亏了你车上那瓶温热的冰糖雪梨，局里决定授予你优秀公民锦旗和50万奖金啊！纯属巧合，别谦虚，这是你应得的。随后，沈川接过，接受简单表彰。突然，他敏锐感觉有隐蔽的视线在观察自己，但并未动声色。沈川离开后，分局局长办公室内，2名高级警官正在看商场及沿途监控回放。看，他在我们拨空前就精准停在那个车位，行动开始，他恰好离开。行为模式有预判性，调查背景了吗？查了，1个月前平平无奇，近1个月像开了挂。符合749局要求留意的异常表现人群特征，把沈川的详细资料和今天的情况整理上报给749局。回到出租屋的沈川坐在床边，紧盯着手机屏幕，屏幕上显示着未来头条 PP 的奖励弹窗。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向，获得道具头条编辑券。头条编辑券和搜索券不一样，试试看。先搜一下当年的事。随后，沈川在搜索框输入关键词，屏幕上出现一条新闻视频，标题隐晦。他点开，视频内容快速呈现。只见年轻的萧妹与刘建国相遇，怀孕，上位。萧剑进入刘氏能源，2人密谋。商场遛娃，陌生女人出现，柳红中计，孩子被萧剑带走。我去，这么狗血！孩子不是刘建国的，萧妹和萧剑是情侣，还联手做局，可知道了也没用，没证据啊。想到这里，沈川再次查看视频界面，发现右下角多了一个闪烁的编辑按钮。编辑券难道是？沈川尝试点击编辑按钮，界面进入编辑模式。他摸索着，将旁边一个路过的拿着老式照相机的游客拖动到了关键位置，随后调整游客的位置和角度，使其相机镜头恰好对准了陌生女人与柳红交谈，以及随后抱走孩子交给萧剑的过程。编辑完成，点击确认，编辑按钮消失，重新播放视频，果然多出了游客拍照的片段。系统大佬，给点力啊！破局的关键可全在这位偶然出现的摄影师身上了。随后，沈川联系了李警官，请对方调查一下游客的身份。与此同时，另一边周恨山将一张照片推到萧妹和萧剑面前，照片上是他们与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刘志明的3人亲密合影。刘夫人、萧副总，你们也不想这张照片落到刘族手里吧？你想怎么样？要多少钱？萧总，你看我像缺钱的人吗？那你想干什么？合作，我想和2位谈笔合作。你们难道不想让儿子正大光明的回来，名正言顺的继承刘氏能源吗？你什么意思？失踪多年的儿子突然被找到，指认柳红为凶手，打击骆一山，同时为将来刘建国意外后儿子顺利继承铺路。事成之后，你想要什么？刘氏的股份？我对刘氏没兴趣，我只有一个条件：孩子回忆起当年情景时，必须指认是骆一山的夫人柳红故意丢弃了他。你和骆家有仇？考虑好了，打给我，我叫周恨山。周恨山说完，起身离去。周恨山？难道他是骆一山的？时间来到5月15日，沈川在汉城体育中心乒乓球馆和刘建国打了一局乒乓球比赛。刘叔厉害啊，今天打到了11比9，水平见长。你小子又放水了吧？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这几天时间，为了帮助丈母娘，沈川一直在缠着刘建国。哪有，是刘叔您打得好。小沈啊，咱们也打了一阵子球了，说说吧，你是谁的人？费这么大劲接近我，有什么目的？刘总慧眼，我是骆氏集团的市场经理。沈川接近您，确实是想为我们骆董事长
争取一个和您坐下来谈谈的机会。就冲你这份坦诚，你告诉骆一山，明天中午到我公司来一趟。刘总，您答应了，谢谢刘总。别急着谢，告诉你老板，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给这次机会。不过现在公事谈完了，该认真打几局了吧？让我看看你的真实水平。刘总，您确定？来，接下来10分钟，画风突变，沈川不再放海，展现出体坛大魔王的恐怖实力。刘建国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好小子，你这是连3分力都没出吧？刘总，刚才我用了5成力，服了你了。说起来，打球李衙役比较有意思。李衙役，他也常来。他是个真正爱打球的好小伙。看见他，有时候我还恍惚了。时间来到5月16日周五上午，沈川拿着准备好的证据找到了骆一山。董事长和刘总约好了，明天中午他愿意见您。真的？你怎么做到的？主要是靠乒乓球把他打服了。就这，刘建国那乒乓球水平我知道，省队退下来的，你能打服他？不对，肯定还有别的原因。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别的消息？刘总没提别的，就是说看我打球的面子。骆一山正要再问，桌上手机电话响起，他立刻接通。喂，清霜。爸，不好了，妈妈被衙役带走了，来了好多人，什么也没说就把她带走了。我现在正跟着去市局。什么？清霜，你别急，爸马上来。挂断电话，骆一山和沈川当即赶到了局里。此刻的调解室内，气氛剑拔弩张。骆一山与刘建国怒目相视，肖妹在一旁叫嚣。沈川上前挡在两人中间。小沈，让开！董事长，请给我3分钟时间。刘总，能否借一步说话？有什么话不能当众说？好，看好你表妹。随后，办案衙役将沈川与刘建国带到隔壁房间。沈川请求衙役暂时回避，衙役虽感诧异，但还是点头离开。房间内只剩2人。小沈，现在可以说了吧？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沈川不答，从怀中取出一个信封，抽出3张照片，依次摆在刘建国面前。刘总，请看。第1张照片清晰显示10年前商场中一个陌生女人正在与柳红交谈。第2张，同一个女人抱起了年幼的刘志明。第3张，女人将孩子交给了一个男人，正是萧剑。这是当年那个传话的女人，孩子是被萧剑带走的。柳红说的是真的，那萧妹她……董事长夫人曾隐约记得当时有游客在附近拍照，我托警局的朋友李警官帮忙查找，幸运的找到了这位摄影师留下的底片，洗出了这些照片。还有吗？随后沈川沉默地抽出第4张照片，照片上是萧妹、萧剑与现已长大的刘志明3人的亲密合影，俨然一家3口。刘建国看到照片，瞳孔骤缩，呼吸陡然粗重。好一个萧妹，好一个萧剑，原来一切都是算计。刘总，或许您还有别的选择。什么意思？您还记得您研究生时期的恋人韩梅女士吗？韩梅，她怎么了？李衙役李明，她的母亲就是韩梅，而且李衙役的胳膊上有一块特殊的胎记。闻言，刘建国如遭雷击，瞬间想起李明胳膊上那块与他记忆中儿子极其相似的胎记。你是说李明他可能是我和韩梅的？这需要科学的验证，但至少这是一个值得追寻的希望，不是吗？小沈，这些照片还有李明的事，还有谁知道？目前仅我、衙役以及您，我向您保证，未经您允许，不会再让第5个人知道。沈川，我刘建国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等我处理完家事，一定亲自登门与骆氏把合作定下来。我相信刘总会做出最明智的选择。随后2人回到调解室，萧妹立刻扑上来：老公，咱们儿子在外面吃了10年苦，你可不能放过凶手啊！贱人，闭嘴！老公，你疯了吗？我让你闭嘴！把他们2个带回家，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踏出家门一步。是。话音落下，萧妹和萧剑在惊骇中被保镖强行带离。柳夫人，这些年是我刘建国糊涂，待我处理完家事，一定公开澄清，还您清白。警官，我撤销对柳红女士的一切指控，此事纯属误会。随后，刘建国再次向骆一山点头致意，然后匆匆离去，留下调解室内一脸错愕的众人。小沈，你到底跟刘建国说了什么？抱歉，我答应了刘总要保密。闻言，他也没多问。随后几人手续办完，离开市局，坐上骆家的奔驰车内。小沈啊，有个问题我很好奇，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小双是我女儿的？啊，川哥，你早就知道了。伯父、伯母，其实我也是在上次双儿遇到袭击那件事后，才开始有点怀疑的，直到刚才才完全确定双儿的身份。是吗？好了，一山，别逗孩子了。小沈，伯母相信你。我也相信川哥。伯父、伯母，为了庆祝今天误会解除，我请你们吃个饭吧。好啊，去我家餐厅。随后几人来到骆氏集团旗下餐厅，几人被经理引入最豪华的帝王包厢。小沈，你和小双的事，我和你伯父没意见，你找个时间单排我们和你家人见个面吧。好的，伯母。妈，川哥他家人有点势利眼，跟某些人一样。双儿说的对，不过婚姻大事，长辈总要出面。我回头联系我二叔，请他们来汉城一趟。只是他们一直在乡下，可能有些习惯不太一样，到时候还请伯父伯母多包涵。没关系，我和你伯父也是农村出来的。晚餐结束后，骆家将沈川送回出租屋。喂，哪个？二叔，是我小川。哦，小川啊，
家里实在没钱了，你弟还没结婚，彩礼1分都拿不出啊。二叔，不是要钱，我交女朋友了，对方父母想见见我家里的长辈。不用见，你就说自己是孤儿，非要见就去找孤儿院的陈院长。话音落下，电话被挂断，并且拉黑了沈川。对此，沈川无奈一笑，拨通了陈院长电话。陈院长热情答应，并关切询问是否需要经济帮助。等忙完这阵，一定回去好好看望陈院长。沈川打开未来头条 APP， 查看奖励和新闻。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向，获得头条编辑道具实话实说卡。实话实说卡怎么用？同时 APP 弹出3条新的未来新闻。1周后，二叔、二婶、弟弟沈栋及其怀孕女友在洛氏集团大厅拉横幅哭闹，数名无良记者煽风点火。沈川看着弟弟怀孕的女友，想起多年前偷偷带弟弟检查，医生告知弟弟患有不育症的诊断证明。不育症，这孩子，咦，能编辑未来新闻？沈川点击编辑，实话实说卡出现在编辑界面。沈川思考片刻，选择对视频中怀孕的弟媳使用该卡。使用成功后，卡消失。沈川重新播放视频。当无良记者采访弟媳时，他的回答变得极其劲爆。这么刺激，蝴蝶效应会不会又提前？端午节变端午节，汉城大型文艺汇演发生重大事故，13人死亡，骆一山被带走调查。周恨山果然是你。祸不单行，首富刚被带走，女儿又惨遭绑架，极品龙婿为救未婚妻惨遭杀害，凶手竟是私生子。周恨山，你找死！感动双耳，龙有逆鳞，触之必怒，是时候彻底解决你了。不用多想，沈川知道这些都是周恨山搞的鬼，甚至是二叔一家突然闹事，可能也与周恨山有关。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周恨山正与叶凡密谋。叶少，那沈川不过是个山沟穷小子，凭什么和您争骆小姐？骆小姐只是一时被蒙蔽，只要沈川消失，她自然会回到您身边。你说的对，我该怎么做？您只需把骆小姐单独约出来，剩下的交给我。今年端午节就是他们骆家的端午节。好，我答应你。此时，在乡下的沈川二叔一家正在密谋着。叔叔阿姨，我和林动是真心相爱，这孩子也是上天的礼物。我们那边的规矩呢？彩礼是60万，另外为了孩子以后上学方便，得在县城买套大平层，还有出门总得有辆像样的车，50万左右的就行。话音落下，二叔和二婶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爸妈，你们咋了？当年沈川爸妈房子拆迁，不是赔了咱家300万吗？你们可说过，这钱是留给我娶媳妇用的。都怪你爸，听信他那狐朋狗友的话，说什么金河生化股票能赚大钱，4天翻一番，结果呢，全投进去，吃了是个跌停板，裤衩子都赔没了。伯母，您别急，我听沈栋说，他不是还有个堂哥叫沈川吗？现在好像挺出息的。别提那小子，刚才还打电话来，8成是想借钱，让我直接拉黑了。啊，你误会了，沈川那小子现在可了不得，攀上高枝了。这种大人物最怕负面新闻，咱们要是去他公司闹，再找几个记者把事情搞大。我有个朋友就是开传媒公司的，专做这个，我让他帮忙。好儿媳，我儿子能找到你，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小欢口中的朋友，实为一家靠杜撰黑料、敲诈企业为生的黑媒体。他们盯上了风头正劲的沈川。1周后，骆氏集团大厅内乱哄哄。二叔沈栋拉着写有忘恩负义字样的牌子，二婶坐在地上拍腿哭骂。几个记者扛着摄像机，举着话筒，蠢蠢欲动。沈川揣着瓜子，在黑丝行政陪同下走来。二叔、二婶、小栋，你们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去接你们啊？小川啊，你弟要结婚了，可家里最近手头紧，你看能不能帮一把？堂弟结婚这么大喜事，我这当哥的肯定不能不管，但是奉子成婚这个忙，我不能帮。沈川，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忘了是水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的，大家都看看啊。沈先生，据说您由二叔一家抚养成人，是否属实？属实。那您如今飞黄腾达，却拒绝帮助养育您的家庭，是否算忘恩负义？不是不帮，是不能帮。为什么不能？因为沈栋是先天性不育症。你胡说！放屁！要是我儿子不育，他肚子里的是啥？话音落下，所有人目光聚焦到小欢身上。小欢神色惊慌，下意识捂肚子。小欢，你说我是不是你唯一的男人？怎么可能？你个5秒男也配！你找我儿子当接盘侠？当然，又傻又好骗，还整天炫耀家里黑了你堂哥300万拆迁款，天生的接盘侠料。要不是为了让他接盘，谁跟他？贱人，孩子到底是谁的？我要是知道是谁的，还找你干嘛？话音落下，现场瞬间爆炸。沈栋和二婶怒吼着扑向小欢，拳打脚踢，场面混乱。沈川默默后退2步。实话实说卡效果真不错。一家宾馆房间内，沈川二叔一家惊魂未定。二婶、小栋，你们下手太狠了。人刚送来消息，孩子没保住，小欢也重伤。保安说，李警官已经把人带走，连那几个记者也一并调查了。活该，谁让他骗我儿子？二婶，你们这算故意伤害致人流产，往重了说，能扯上故意杀人未遂，3年起步。
啊，小川，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我们是你亲二叔亲二婶啊！小川，救救我们，我们知错了。血浓于水，我怎么能不管？现在唯一办法就是出去避避风头。对，出去躲躲。巧了，我有个朋友在缅北那边搞项目，正缺人，月薪2万包吃住。你们先去那儿躲一阵，顺便挣点钱，等风头过了再说。2万，小川，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等我们挣了钱回来，一定好好报答你。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车应该到了。话音落下，敲门声响起，一个叫阿才的精瘦年轻人进来。战哥，车备好了，跟他走吧，都安排好了。随后二叔一家感恩戴德的跟着阿才离开。沈川站在窗边，看着他们上了一辆破旧面包车。缅北高薪工作，好好享受吧，总算清静了。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向，获得天赋词条易容大师金。话音落下，大量易容、伪装、识破伪装的知识涌入沈川脑海。易容大师以后肯定用得上。随后沈川回到了办公室，却看见黑丝行政小姐姐已在等候。沈经理，您回来了，董事长让您立刻去他办公室一趟。闻言，沈川点了点头，来到了骆一山办公室。小川来了，你二叔一家那摊子事处理妥当了，让伯父见笑了。不过您放心，他们以后应该不会再来打扰了。那就好。看看这个，这是最近和张家的关系你也清楚。张成过去掌权时和我们有不少合作项目，我让人彻底自查了一遍，发现张成这小子手脚太不干净了，集团内部也被他腐蚀了不少人。之前富春山居图那事，我们自己的鉴宝专家反水就是被他捏住了把柄。不过现在最大的麻烦是这个水月居工程。岳丈老哥，这颗雷马上就要炸了，不过危机里可藏着水月居2期地底下那条300亿的矿脉啊。我们需要尽快拿到确凿证据，然后切割离场，把损失降到最低。小川，这件事我交给你去办，记住，绝对保密。明白，伯父。这时，桌上电话骤响，骆一山按下免提。骆总，出大事了，我必须立刻向您当面汇报。好，上来。小川，去电梯口接一下刘经理。好。随后沈川快步出门，很快将面色仓皇的刘经理带进办公室。刘经理看了一眼沈川，见骆一山没有示意其回避，便直接汇报。董事长，水月居项目爆雷了，有媒体爆出使用劣质建材，而且张氏地产刚刚发布声明，声称他们对材料问题毫不知情，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我们骆氏。哼，倒打一耙，想诬陷我们没那么容易。刘经理，立刻启动最高级别危机公关预案，控制舆论，澄清事实。是，我马上去办。刘经理刚离开，骆一山就迅速拨通内线电话，立刻通知水月居项目所有负责人，半小时后顶层会议室紧急会议。看来张信是狗急跳墙，想玩同归于尽。不过栽赃嫁祸，他还嫩点，原本想让你暗中取证，现在看没必要了。只是这次集团的损失恐怕难以避免。话音刚落，内线电话再次响起。陆总，检查组的人来了，说要请您协助调查，已经上电梯了。什么？话音刚落，办公室门被推开，几名身穿制服、表情严肃的检查组人员走入，径直亮出证件和文书。骆一山同志，有关水月居项目的问题，需要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请配合。我可以先打个电话吗？抱歉，暂时不行，请交出所有通讯工具。骆一山看了一眼沈川，来不及多说任何话，便被带离办公室。随后沈川透过办公室窗户，看到骆一山被带出大楼的瞬间，被早已守候的大批记者迅速拍下。很快，网络上骆一山被带走调查、水月居黑心工程等话题冲上热搜。不久，柳红和骆清霜赶到骆一山办公室。川哥，到底怎么回事？水月居的材料供应商去自首，反咬一口，说你爸收受贿赂，纵容使用劣质材料，检查组这才直接来人。就算被诬陷，你爸爸的身份也不盖。是02老板直接下的指令，大老板去地都开会，要1周后才回来。现在汉城是2老板说了算。伯母，2老板是站在张家那边的，这一切都是张信和周恨山的连环计。等大老板回来，一山应该能出来，但这1周变数太大。小川，我们接下来要打的是一场硬仗。之后的几天时间，沈川连日忙碌，处理集团各项紧急事务。5月26日，沈川疲惫地靠在办公室沙发上沉思，手机响起，显示柳若冰。喂，我有办法让你和汉城的02老板搭上线。什么办法？2老板的儿子林毅对你很感兴趣，想跟你赛一场车。闻言，沈川立刻想起未来新闻中关于林毅赛车身亡的报道，查看手机确认日期正是今天，他眼神锐利起来。林毅是个纯粹的车手，只对比赛有兴趣，不知道你的背景和骆家现状。你如果能赢他，或许有机会向他提出请求。我的车在地下车库，现在来接你。好，我马上下来。很快，柳若冰就接到了沈川。红色 GT2内，柳若冰将驾驶位让给沈川。林毅很单纯，只在乎输赢。你如果故意放水，在他看来是侮辱。放心，他看不出来我放水。开个玩笑，我会认真比。林毅和他父亲关系怎么样？02老板就这一个儿子，你说呢？明白了。随后两人来到汉山汽车俱乐部赛道，一个穿着赛车服，
眼神炽热的年轻男子倚在车边。别小看那辆卡罗拉，发动机和我的 GTR 同款，藤原拓海的神车啊，传说中赢了 GTR 的。此时的林毅看到沈川，兴奋地迎上来。你就是沈川，赢了冰姐的那个。林少你好，上次赢冰姐，侥幸而已。不用谦虚，林毅，你也不是他对手。能让冰姐这么肯定，我更想和你比了。我研究了你和冰姐的比赛录像无数次，尤其是你的排水渠过弯，你对车辆的控制力，我自愧不如。林少过奖了。不过今天我可有秘密武器，想试试我的车吗？好。随后，沈川坐上 E86 启动，在赛道上试跑一圈。下车后，他眉头微皱。林少，这刹车是不是太松了？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我做不到像你那样不减速排水渠过弯，所以特意调松了刹车，增加减速距离，模拟类似效果。这样做风险很高，万一刹车失灵，失灵概率不到1%，值得冒险。看来那1%就在今天了。救命之恩比什么友谊都管用。不再多说，两人各自上车，引擎轰鸣。沈川驾驶红色 GT2，林毅驾驶白色 E86，并排停在起点线前。比赛开始，酒吧内大屏幕直播比赛。沈川的 GT2 起步稍慢，被林毅的 E86 领先。林少牛逼，起步就拉开距离。弯道见真章，沈川的排水渠过弯还是杀招。只见两车相继使出漂亮的惯性漂移，引来阵阵喝彩。随后两车急速逼近山顶发卡弯 ，E86 丝毫没有减速迹象。突然，酒吧广播传出林毅慌乱的声音：“杜后，刹车失灵，我无法减速。”话音落下，酒吧瞬间一静，随即哗然。俱乐部负责人脸色煞白，柳若冰眉头紧锁。救援队，山顶发卡弯，快！大屏幕上，只见紧随其后的 GT2 猛然加速，超越 E86，车身一横，死死挡在 E86 前方。紧急制挂，两车轮胎与地面剧烈摩擦，火星四溅。千钧一发之际，无线电传来沈川冷静的声音：“林少，听我指令，数到3，一起用排水渠过弯。1、2、3，就是现在！”大屏幕上，两辆车如同表演特技般，几乎合体，精准切入排水渠，贴着内侧山壁，惊险万分地划过发卡弯，最终双双擦撞山壁停下。酒吧内死寂片刻，随即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与掌声。卧槽！车神，汉山车神沈川，厉害！快，救援队上去，快！此时的山顶，沈川从变形的 GT2 中钻出，迅速跑到 E86 旁，拉开车门。只见林毅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沈川伸手将他扶出。兄弟，过命的交情，以后你是我林毅最好的兄弟。没事了，安全了。很快，救援队赶到，将两人送往医院检查。不久，林二老板夫妇匆忙赶到病房。儿子，吓死妈妈了，以后不准再飙车了。这次教训够大了，换个爱好。大妈，多亏沈川救了我，不然你们儿子真没了。小沈，谢谢你，以后在汉城有难处，尽管找叔叔阿姨。是你，换个地方说话。随后，沈川和二老板来到医院走廊僻静处。一儿出事，虽因你而起，但你舍命相救是事实。骆氏和张家的恩怨，我不再插手。多谢二老板。回去告诉骆一山，好好查查那个周恨山，你们两家的争斗，此人功不可没。明白，多谢提醒。处理完，沈川没有逗留，便离开了医院，回到了骆氏集团。而此刻的骆一山已回归，正与柳红交谈。小川，这次多亏你了，不然我没这么快出来。小川，比赛的事我们都听说了，太危险了，以后可不能这么拼。你要有事，少儿怎么办？放心吧，伯父伯母。随后，柳红有事离开了办公室，只剩下沈川和骆一山。恭喜宿佐改变未来走向！恭喜宿佐获得道具头条编辑提取券。提取券，这系统真是全靠猜啊！不过名字里有提取，难道是能把新闻里的东西拿到现实里？好东西先留着，关键时刻再用。大老板来电话了，他亲自去了趟帝都张家，想调解我们两家的冲突。张家什么态度？张老爷子口气很硬，要我们公开为张城被骗的事道歉，归还连环大厦，还要承担水月居项目的全部损失。大老板答应了。大老板怎么可能答应这种条件？但张家是当年二老板费大力气引进来的，闹得太僵，影响不好。关键是张城被骗那件事，所有巧合都指向我们，看起来铁证如山。确实太巧了，伯父，二老板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个周恨山。我动用了所有关系查他，却像石头沉海。这人葬得太深，只隐约查到他可能和最近在股市兴风作浪的麒麟会有关。麒麟会，一个神秘游资组织，背景成谜。最近股市波动有他们的影子，我怀疑他们可能就是周恨山背后的那帮富二代。看来得先切断周恨山和张信的联系，逼他现身。伯父，我去下洗手间。来到洗手间隔间内，沈川拿出手机，打开未来头条 APP， 使用搜索功能，输入周恨山张信陷害张城证据，屏幕出现一条视频新闻，画面中有一支录音笔刻写，旁边有提取按钮。沈川果断点击。头条编辑提取券原来是这个用法。随后，一支实体录音笔凭空出现在沈川手中，他按下播放键，里面传出周恨山与张信密谋陷害张城的清晰对话。沈川嘴角勾起冷笑。猎杀时刻，周公子准备好接招了吗？很快，
沈川返回办公室，装作兴奋的伯父，找到能证明我们清白的证据了。什么证据？沈川播放录音笔内容。洛一山听完，激动击掌。太好了，这下张家无话可说。这证据你从哪弄来的？这个我懂了，你肯定是动用了龙王殿的关系，对不对？放心，伯父一定替你保密。伯父，您短剧看多了吧？算了，您开心就好。有了证据，两人当即启程去谈判。迈巴赫内，洛一山与沈川商讨谈判策略。这次谈判，其他损失都好谈，最难的是水月居房子卖了，现在要赔偿，市场又差，重建也难卖。我估计总损失超过200亿。我的想法是，我们退出项目，让张家赔200亿了事，你怎么看？伯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块地或许藏着意想不到的宝藏。你的意思是这地底下有东西？天机不可泄露，但留下它绝对值得。好，我明白了。不多时，两人来到谈判的包厢内。此时02老板已在座，一位身高约1.8米，容貌艳丽的年轻女子起身相迎。骆总、沈先生，我是张雨霏，张家长孙女，本该由爷爷亲自登门致歉，但爷爷年事已高，我斗胆带他前来，向骆总郑重赔罪。既然误会已经澄清，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只见秘书打开2个精致礼盒，里面是2对晶莹剔透、翠色欲滴的龙凤翡翠镯。沈川一眼认出是出自他那块帝王绿原石。伯父，这镯子价值不菲。张总破费了，那我们谈谈正事。进入正式谈判，谈及水月居项目时，张雨霏面露难色。骆总，水月居是我叔叔犯下的错，爷爷绝不姑息，已将他送交法办。但这个项目的窟窿实在太大，若全由我张家承担张氏地产，恐怕只能退出汉城了。对，雨霏严重了。一山啊，水月居关系到那么多老百姓，咱们本地的龙头企业，该担当的时候要有担当，当然该赔的损失，张家1分不能少。这是自然，骆总，此次给贵集团造成的一切损失，我们张家绝对全额承担，绝无二话。二老板，张总，关于水月居，我的建议是引导这些业主置换到我们在城南的京汉府项目。京汉府那可是高档楼盘，单价差了近1倍。这是目前能将双方损失都降到最低的方案。骆总，您的胸襟和格局，雨霏佩服。我代表张家感谢您。一商，这才是我汉城龙头企业家的担当。雨霏，骆总做出这么大让步，你们张家必须在其他方面给予充分补偿。一定，骆总，你有任何要求，请尽管提。第一，京汉府与水月居的置换差价，张家需全额补偿给骆氏。当然。第二，水月居项目的后续开发，我们骆氏想独立完成，所以张氏的产需无条件退出该项目，那块地皮也需无偿转让给我们。没问题，王秘书，立刻按骆总的意思拟补充协议，现场签署。随后，秘书迅速操作，很快拿出2份协议。张雨霏率先签字盖章，将笔递给骆一山。骆一山与沈川对视一眼，沈川微微点头。骆一山提笔签字。骆总，合作愉快，您为我们张家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张总，关于那个周恨山，你们张家可有他的下落？非常抱歉，骆总，事情败露后，周恨山第一时间就消失了。不过周恨山似乎和叶家的叶凡少爷有过接触，你或许可以从叶家那边找线索。我知道了，多谢。谈判结束后，众人各自离开。次日，沈川正拿着一份文件找到了骆一山。伯父，看看这个。骆一山接过，翻开，是一份详细的矿脉勘探初步报告。他快速浏览，眼睛越睁越大。这水月居地底下有50万吨氧化锂，价值超过300亿。对，而且这正是我们集团转型新能源最需要的战略资源。好小子，难怪你让我无论如何要把地皮拿过来，原来藏着这么大一座金山。时间来到端午节，周恨山和叶凡2人来到了由骆氏集团举办文艺演出的地方，悄悄安装伪装成庆典烟花的爆炸装置。叶少，记住计划，你把骆小姐单独约到对面大厦天台，我会扮成绑匪出现，然后你英勇的救下她，到时候引爆烟花，在那么浪漫的时刻求婚，她怎么能拒绝？嘿嘿，太好了，那沈川呢？他活不过今天，我会亲手处理。事成之后，我会安排你安全离开汉城。随后2人迅速低头离开，上了一辆停在角落的无牌面包车。面包车刚离开，沈川快步走来，一名工作人员迎上。沈经理，按您的吩咐一直盯着，刚有2个伪装的人鬼鬼祟祟弄了半天，他们一走，这些烟花就都出来了。这是炸药，剂量足够炸飞半个舞台。立刻叫人小心的把它们全部替换成真正的烟花。快！是。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靠近舞台核心区。明白。安排好一切后，沈川回到观众席座位，骆清霜正玩着手机。川哥，你刚去哪儿了？给你准备个惊喜。什么惊喜？说出来就不灵了。此时，骆清霜手机响起，他看完信息，表情有些犹豫。川哥，叶凡约我单独见一面，说有事关他前途的重要事情要谈。双儿，等等，我收到消息，周恨山可能利用了叶凡，为了安全，也为了引出周恨山，我们将计就计。沈川将骆清霜和女保镖小玲带到后台一间独立化妆室。川哥，到底要怎么做？我们来个狸猫换太子，玲姐得罪了。
只见沈川打开随身携带的化妆箱，运用易容大师天赋，开始为小林易容。半小时后，镜中出现了一个与洛清霜几乎一模一样的脸。天啊，太像了！川哥，你还有这手艺？我会的多着呢。玲姐，替双儿去赴约，注意安全，随时保持联系。接着，沈川开始为洛清霜易容，很快将她变成了女保镖小林的模样。双儿，你现在是小林，跟在我身边，我们一起去看看周恨山到底想唱哪出戏。很快，文艺汇演开始，歌舞表演后，主持人邀请大老板致辞。大老板上台，正慷慨激昂地赞扬骆一山是汉城企业家的楷模。突然，舞台后方巨幅 LED 屏幕画面被切断，切换成周恨山狰狞的半身像，他的声音通过音响响彻全场。放屁！骆一山就是个卑鄙无耻、抛妻弃子的伪君子，他也配称为楷模。话音落下，全场哗然，纷纷看向骆一山。年轻人，你究竟是谁？我与你有何冤仇？我是谁？骆一山，你还记得周淑芬吗？那个被你玩弄后无情抛弃的可怜女人。你是他的儿子？没错，我就是周淑芬的儿子。你为了攀附豪门，当年狠心抛弃我们母子，如今我回来了，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我要你身败名裂。随后，屏幕画面戛然而止，信号恢复。但周恨山是骆一山私生子的种子，已种在每个听众心。完了，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和淑芬当年是清白的，可这话说出去谁信？就在他心乱如麻之际，舞台大屏幕毫无预兆的再次亮起，直播画面出现，是某大厦天台。叶大少爷，委屈你了，骆氏集团很快就是我的了。怎么回事？这是哪？骆小姐真被绑架了！突然，在画面中，沈川悄然出现在周恨山身后入口处。周公子，我很好奇，你打算怎么继承骆氏集团？沈川，你终于来了，主角到齐，好戏开锣。可惜了，其实你根本不是骆董的儿子。闻言，周恨山脸色骤变，沈川冷静揭穿真相。周淑芬的选择，小黄毛生父；周淑芬的扭曲与虐待，周恨山的自我欺骗与弑父。你所有的复仇，不过是为了摆脱你自己无法面对的过去和那个懦弱的亲生父亲。闭嘴！你给我闭嘴！他骆一山能用手段上位，我为什么不能以他儿子的身份拿走一切？只要杀了你，就没人知道真相。直播好像一直开着，要不要用望远镜看看对面舞台的大屏幕？不可能！你什么时候？现在全汉城有头有脸的人都听到了你的完美剧本，也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世。那好，一起死吧！我引爆舞台下的炸药。我既然站在这里，你觉得那些炸药还在吗？好，算你狠，但杀了你，我照样还有机会。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沙比，去死吧！只见周恨山连开3枪全部摇。这怎么可能？此时，李明带队警员冲上天台，见周恨山持枪指向沈川，毫不犹豫举枪瞄准。捕快，放下武器！周恨山恍若未闻，仍在徒劳扣扳机。周恨山中枪，踉跄倒地。濒死前看到不远处掉落的引爆器，用尽最后力气爬去。沈川走上前，先一步捡起。还在指望那些烟花吗？只见下一秒，广场舞台四周绚烂的求婚烟花齐齐升空，在夜空中组成巨大的爱心和文字。周恨山看着烟花气绝身亡，和沈川那边的浪漫氛围不同。远在粤省的一家高档会所帝王包厢内，气氛压抑。龙少，汉城传来确切消息，周恨山死了，计划全盘失败。废物！我们给了他那么多资源，竟然输给一个乡巴佬，简直是麒麟会的耻辱。随后手下操作电脑，播放周恨山与沈川天台对决最后片段，重点展示哑弹离奇现象。龙少，这个沈川有点邪门，这是现场情况。超凡者不像，如果是749局早插手了，更像是大气运眷顾者。我听龙叔提过，世界规则在变，这种人偶有出现。大奇运，除了我们麒麟会，这世上不需要别的幸运儿。按我那单子，有人接了吗？杀手榜第12，九尾狐接了，他处理完手头任务就去汉城。还有韩诺宇发来邮件，下个月想回汉城，请求我们协助。韩诺宇，韩霸天的孙女，太医当年发过毒誓，韩家后人永不回汉城，看来有好戏看了。另一边，沈川带着醉意回到家中，在床上，他望着天花板，神情恍惚又带着满足。1个月从山沟穷小子到能和汉城一把手把酒言欢和做梦一样，全靠这未来头条 APP。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向，获得道具头条编辑券，获得天赋到赏金。沈川选择加载，瞬间大量关于开锁、机关破解，甚至风水寻脉、寻龙诀的知识涌入脑海。道圣，这是让我去当摸金校尉，不过这开锁手艺倒是挺实用。此时 APP 连续弹出3条新的未来新闻。6月7日，汉城王氏集团与灯塔国布鲁斯家族联合举办珠宝展，灯塔方展出沙漠之星巨钻，王氏借来国宝慈禧夜明珠。4日，夜明珠失窃，现场留下国际大盗波斯猫标记。洋鬼子一来，国宝就丢。那我这道圣是不是也该去把你们的沙漠之星顺走？正好给双儿当求婚戒指。6月7日，珠宝展开幕式抽奖，王氏集团提供价值500万别墅作为1等奖，最终灯塔国代表亨利幸运抽中。呵呵，抽奖，洋鬼子中头奖，暗箱操作罢了。6月10日，中奖别墅改造中挖出大铁箱，内藏失踪多年的慈禧墓随葬宝器。灯塔国亨利拒绝我方回购，
坚持待保期回国。夜明珠被偷，别墅中奖，还刚好挖出国宝，连环套啊！洋鬼子这次是冲着我们的国宝来的，截胡，必须截胡！随后，沈川重新点开第2条抽奖新闻，使用刚获得的头条编辑券，界面进入编辑模式。他进行了一番操作后，点击确认。好了，看看谁运气好。另一边，汉江别墅群，王林和亨利正在洽谈合作。亨利先生，这一片都是我们王家开发的精品，您看中哪栋，尽管开口。王少爷，就这栋吧，我很喜欢它的格局。好，等展览会圆满结束，我立刻让人把过户手续办好。非常感谢。对了，王少爷，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为了提升展览会的影响力，我带来了这最简单的沙漠之行，希望贵方也能占据一些真正的重量级意见吧。没问题，我们王家也有些珍藏。我听说王家曾有幸收藏过传说中的紫石夜明珠，只是在黑夜里也能光芒四射，我对此非常向往。亨利先生，那颗夜明珠却是国宝，家祖父早年就上交给国家了，现在帝都博物馆。那真是太遗憾。不过，如果亨利先生真的想见识，我可以请家父出面，试试从博物馆借展出来。真的吗？那太棒了！为了表示诚意，我们先趁着范围10万美金的珠宝再割舍吧。好，两人当场签订协议。随后，王林在清霜酒店宴请亨利。随着宴席落幕，王林满意离开，亨利也回到了总统套房内。这时，一个女秘书也进入了亨利房间，而且声音从女生变为了男生。波西马先生，每次看到你的仪容术，都令人惊叹。谁能想到 FBI 档案里的女性国际大大会是位男性呢？亨利先生，既然决定了保险就在那别墅的事，为什么不计较啊？搞什么抽奖？多此一举。比保期前些情况，多少眼睛盯着，别是主张控严密，没有合法传传，意外就会惊动两国官方。我们的民众也顺的拿到的是，即这样那姓王的小子过户不就行了？两国人很狡猾，是这样，他们会介意，我需要别墅按照政府为借口，用回扣方式让他通过抽奖送出来，才会自然。我们大家的是会计出来的经验。你太高看这些两国人了。不是我高看，你知道为什么很把陈桑10年后才透露百项危机？他想着我们布鲁斯下子的手，对付他的旧人刘医生，我们各取所需。时间来到6月7日的中美联合珠宝展览会现场，沈川和洛清霜来到现场签到，拿到了抽奖券。66号，川哥，好吉利的数字，你说我们会不会中大奖？白嫖一栋别墅呀！你不是认识王林吗？去刷个脸，说不定他给你黑幕。我才没那么大面子，倒是川哥，你现在可是汉城年轻一辈的红人，你去刷脸更管用。算了，咱现在有点小钱，想要别墅自己买，白嫖虽好，不强求。自己买的哪有白嫖的香？两人说笑间来到主舞台前，王林正在致开幕词，洛清霜翻看展品册，看到沙漠之星照片惊呼：哇，川哥，这颗钻石好大！喜欢，改天哥给你弄个差不多的当婚戒。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这倒是。很快，王林致辞完毕，进入抽奖环节。为感谢各位，特设幸运抽奖，1等奖汉江别墅群价值500万别墅一栋，现在现场抽取。只见工作人员搬上摇奖箱，王林当众伸手进去搅动，抽出一个乒乓球，展示99号。1等奖号码是99号，恭喜99号来宾。台下，亨利立刻举起手中奖券，用蹩脚中文激动大喊：是我是99号，我中了。闻言，洛清霜失望的撅嘴：哎，为什么是99号，不是66号呢？小傻瓜，你刚才拿反了，你看，我们就是99号啊。听见沈川的提醒，洛清霜再次仔细看向手中的抽奖券，那上面的号码赫然是99号。其实，沈川使用了头条编辑券，将洛清霜与亨利手中的券调换。见洛清霜仍在发懵，沈川一把拉起他的手，走向舞台。我们也是99号。众人目光齐刷刷投来，正要将别墅钥匙交给亨利的王林也停下动作，转头望去，认出是洛清霜与沈川。王林心头一震，是洛大小姐和沈川，这位如今在汉城风头正劲，可不能得罪。王林，我们也是99号。怎么回事？两个99号？该不会是奖券印错了吧？王氏集团这么不靠谱，这下看他们怎么收场。王林仔细核对2张奖券，很快发现亨利的券是为66号，只是被他拿反了。王林皱眉，这别墅本是安排给亨利的回扣，如今中奖的却是沈川。他迅速权衡利弊。亨利先生，抱歉，您的券是66号，您刚才拿反了，中奖的不是您。王少爷，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亨利先生，实在对不起，稍后我再向您解释。希望你真有合理的解释。亨利悻悻下台，观众见状哄笑起来。随后，王林转身，笑容满面地对沈川2人道贺：沈先生、洛小姐，恭喜2位，这套28号别墅属于你们了。活动结束后，我们会协助办理过户。王林将房产证交给沈川，沈川咧嘴笑了。
这次他赌对了，王家并未与洋鬼子同流合污。随后二人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走下舞台。抽奖结束，洛清霜拉着沈川直奔最大的钻石沙漠之星和夜明珠的所在展厅。系统已优化升级，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向，获得头条参与体验权，可主动参与头条相关事件，并可自主选择是否被记载于头条中。这次升级不错，终于不用猜道具用途了。就在此时，亨利走了过来。先生您好，我是当塔国布鲁斯家族的亨利。亨利先生有事？是不小忙，您讲的那东北书，对我很重要。我本想用它安吉一位情妇，不知先生相当覆盖，我愿意买位。王林不是另给了您一栋吗？先生，我们布鲁斯家族创业广泛，包括国际团战与进入的汽车领域。我想我们还有合作之处。沈川心知亨利意在别墅下的宝箱，将计就计。您说的对，我沈川却是君子。这样吧，别墅我可以卖给您5000万。我同意。不过既是宝地，能否让我先住3天，沾沾运气？当然可以。我们现在签合同，您算任何交付必须即可，这3天内必须内任何违章，只要您喜欢，我都可赞算。一言为定。随后，亨利爽快转账5000万后，与沈川签订了别墅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别墅归亨利所有，但沈川有权在其中居住3天，并可在此期间带走别墅内的任何物品。合作愉快，亨利先生，那我先失陪了。活动结束，沈川送洛清霜回家后，返回出租屋，他拿出手机，点开明日头条 APP， 使用了头条参与体验券。沈川输入波斯猫盗窃慈禧夜明珠，随后界面跳出现直接参与与隐身参与2个选项。沈川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紧接着画面转为类似游戏 CG 的第一人称视角。6月8日凌晨4点，国际大盗波斯猫潜入展览馆。当他在破解夜明珠展柜密码锁时，他震惊地看到不远处沙漠之星的展柜竟自行打开。更诡异的是，那颗钻石凭空悬浮起来，随后消失不见。一张卡片被放入柜中，那正是波斯猫惯用的挑衅卡片。John 鬼了！随后警报骤响。Zenma 回西，他想逃，却感觉被人从背后踢了一脚，摔倒在地。刚爬起来，又被绊倒。你在看哪里？我在你后面啊！救命啊！有鬼啊！随后警员李明带队赶到，不许动，双手抱头。长官，我是波斯猫，快带我走，这里有鬼！李明靠住波斯猫，审问后调取监控，监控显示波斯猫自己撬开了沙漠之星展柜，然后因误触警报慌乱逃跑，途中屡次自己绊倒自己，随后将他关押了起来。不久后，就在李明正在写报告时，警员慌张跑来。李队，不好了，波斯猫在女厕所逃跑了。什么？立刻封锁，重点排查所有女性。然而，波斯猫已卸去伪装，从容离开警局。他潜回亨利所在的总统套房。怎么回事？怎是呢？亨利先生，真听有鬼，钻是被鬼拿走了。我早告诉过你行动准备可呀，你有可对我来上什么忘出来了吧？把钻石交出来。我发誓我没可要，是真的。官微方中进行一下，明天找不到钻石，有你好过日子。闻言，波斯猫只能悻悻退下。另一边，沈川退出体验，他摸了摸口袋，那颗530克拉的沙漠之星赫然在握。参与过程虽玄妙，但结果真是不虚。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向，恭喜宿主获得天赋3级无感红。沈川加在天赋，瞬间他感觉五感升华。我去千里眼、顺风耳，太牛了。随后，沈川带着钻石来到自家珠宝行。沈经理，您有什么吩咐？我想做个钻戒，咱们有钻石切割机吗？我们只做销售，不涉及加工。不过隔壁王氏集团珠宝行肯定有，他们的吴店长我熟，我带您过去。很快，两人来到王氏集团珠宝行。哎呦，老陈，带贵客来了，这位就是沈经理吧？店长，我想找人帮忙切割钻石，制作1枚钻戒。您可找对地方了，我们首席珠宝设计大师郑大师正在店里，他的手艺全国顶尖。吴店长引二人上2楼加工间，工作台前，一位身穿黑马褂、头戴圆兜帽的中年男子正聚精会神地用精密工具在一块玉石上雕刻。沈经理，您看，郑大师正在施展金丝穿玉的绝技，这可是不传之秘啊！听完陈店长介绍，沈川好奇地看向工作台，在神级五感加持下，郑大师的动作如慢放般清晰。沈川只看一遍，便已将金丝穿玉的技术细节尽数掌握。老五，这对龙凤呈祥镯修好了，检查吧。没事，我先回去了。您的手艺我哪敢质疑？看，收好。郑大师，这位是骆氏集团的沈经理，汉城最近的风云人物，骆首富的乘龙快婿。沈经理想为骆小姐打造1枚钻戒，能否请您帮个忙？行的，看在骆首富面子上，我再担个会儿。抱歉，郑大师，这戒指我想亲手做，就不劳烦您了。不妨，老夫从旁指点1、2，保你做出行家水准。我的意思是，我自己能完成。呵，老夫好心当了驴肝肺，预祝沈经理做出1枚惊世骇俗的钻戒。郑大师拂袖而去，店长嘘喊一声，并未追赶。
转而向沈川道歉。沈经理，您别介意，郑大师就这脾气，没事。走到店门口的郑大师见无人挽留，心中恼火，掏出手机拨通了亨利电话。同时，沈川借用工作间让陈店长把风，自己开始切割钻石。2小时后，一枚镶嵌着新型108克面巨钻的金箍造型白金戒指完成。沈川拍照发给骆清霜，哥亲手做的，漂亮吧？哇，好大！对了，我听说展览馆的沙漠之行被偷了，不会是你干的吧？怎么可能？新闻说是波斯猫干的，被偷的是水滴型，我这是新型。真的吗？等下去接你。好。沈川与陈店长下楼，见吴店长正焦虑打电话。沙发上的年轻客户李亮面前茶几上摆着那对龙凤呈祥玉镯，其中镶金龙的玉镯龙头脱落。吴店长，怎么回事？郑大师刚修好的镯子又坏了，客户来取，我却联系不上他，早该仔细检查。吴店长，我兄弟订婚宴期等着这对镯子。吴店长，要不让我试试？你能修？哥们，我现在真急，你能修好，以后在汉城我李亮认你这个兄弟，但要是修得更坏，别怪我翻脸。修不好，这对钻戒送你应急。看到钻戒的精湛工艺，吴店长与陈店长震惊，李亮也瞪大眼。沈经理，您若能修好，王氏集团铭记恩情。等我一下。随后，沈川来到加工车间，半小时便将玉镯修复，且加固了所有金丝。好了，现在摔碎玉，金丝都不会掉。兄弟，太感谢了，加个微信，我有急事，忙完一定好好谢你。正事要紧，改天约。李亮匆匆离去，吴店长向沈川介绍其背景。沈经理，李少家是汉城唯一的3甲私立医院，汉京医院的东家，值得深交。没想到随手帮忙，倒交了位朋友。随后，沈川去与女友约会完后，就回到出租屋，正想着联系孤儿院陈院长商量婚事，手机震动，系统弹出3条未来新闻。6月28日，汉城首富千金骆清霜在自己的订婚宴上，惨遭国际杀手榜排名第12的杀手九尾狐的暗杀。什么？周恨山都死了，怎么还有杀手？6月20日，曾经的汉城首富韩家长孙女韩诺雨现身，高调向骆一山宣战，表示韩家将重回汉城，夺回一切。韩家，老丈人的贵人。不对，老丈人面相绝非奸恶之人，必有隐情。9月26日，在汉城举办的新能源汽车论坛上，前汉城首富韩家长孙女韩诺雨当众揭露汉城首富骆氏集团董事长骆一山靠当卖国贼来陷害逼迫前首富离开汉城，夺取韩家基业来坐上首富的宝座。韩诺雨在无数大佬面前展示出了充分的证据。这到底怎么回事？当年发生了什么？有机会一定要弄清楚。时间来到6月10日，沈川邀请了骆一山来到了赢下来的别墅。伯父，这别墅风水一般，但这株海棠却是风水宝树，我们把它搬走。好，动手，连根挖出来。突然，骆一山忽想起什么，抬手制止。小川，咱们这样挖走，那亨利会不会不乐意？放心，伯父，合同写明了，交个钱，我看上什么都能带走。骆一山点头示意继续。此时，一辆林肯领航员驶来，亨利下车。谢先生，你在做什么？亨利先生，你来了。按约定，我看上这株海棠，准备带走。停下，快停下，谢先生。海棠留给你，不过刚挖出来的这个铁箱子，我带走总可以吧？保镖们将一个沾满泥土的大铁箱抬了上来。亨利看见铁箱，眼中掠过一丝贪婪，随即强硬起来。不行，这是装全是我的，里面一切都是我。我们有协议，交个钱，我可以带走任何喜欢的东西。我反悔了，我会赔偿你，但你们不能送我必须带走任何东西。骆一山一直盯着铁箱，面色凝重。把箱子打开。水干。骆一山身为首富的威严气场令亨利一颤，后退几步，不敢再言。保镖打开铁箱，内里珠光宝气，以及一枚雕刻五爪玉龙的4方印玺。果然，这批瓷洗木宝器还在汉城，国宝还在，真相大白了。韩老，您可以回来了。骆一山激动地掏出手机拨打电话。亨利回过神来，色厉内荏。这是我的，里面东西也是我的，你们只是想闯 CJ， 再不离开，我报警了。不用你报，我已经报了。骆一山走近亨利，目光锐利如刀。洋鬼子，说你怎么知道宝箱埋在这里？我听不懂，我是当他狗公民，你敢动我，我的国家不会放过你。记住，龙国的国宝，你偷不走。骆一山转身，用力拍了拍沈川肩膀。小川，太感谢你了，你帮我解开了30年的心结。岳父老哥，您能别当谜语人吗？很快，警笛声由远及近，几辆警车护卫着一辆牌照汉00001的奥迪60来。大老板匆匆下车，疾步走向骆一山。一山，慈禧墓宝器真找到了。您看。大老板看到箱内宝物，激动难抑。鉴定过了吗？还没。快请专家来。大老板，我能看看吗？瞧我，把你忘了，快看看这些是不是真品。沈川开始鉴定，当他拿起那枚一角镶金的碧玉印玺，看到寿命于天，既寿永昌8字小篆时，内心巨震。传国玉玺，未来新闻里可没提这个，这可是国宝中的国宝。大老板，这传国玉玺是真的？那就错不了了。见状，
急忙上前出示房产证。大老板，我是丹塔国布鲁斯家族的亨利，别是我的，里面一节子让归我所有。就当大老板陷入两难时，沈川再次开口：大老板，我和亨利先生有合同在先，交个钱，别墅内任何东西我都可以带走，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我反悔了，对偿人家合同，我愿意赔偿他。亨利先生，龙国的法律岂容你说反悔就反悔？登记别墅是我的，你们未全带着任何东西。亨利先生，灯塔国以法治闻名于世，您公然反悔，是想说贵国法律形同儿戏吗？随后只见大老板一个眼神，随行记者迅速架起摄像机，大老板面容肃穆，面向镜头与亨利：亨利先生，您是否在向世界宣称灯塔国引以为傲的法治只是一场儿戏？我不是这个意思。见事态上升至国家法治形象，亨利顿时气短。既然有合同按约定，这项珠宝你们可以拿走。感谢亨利先生的配合，这批国宝我们苦寻30年，如今在您协助下重见天日，这份功劳汉城乃至龙国都不会忘记。回去后，我将亲自为您书写荣誉证书，并自费制作锦旗，以表谢意。大老板。随后，大老板命人抬走宝箱，匆匆离去。沈川与洛一山也乘车返回。小川，我提过的那位贵人，就是前首富韩霸天，你应听过不少传言，说我忘恩负义逼走他，才坐上这位置。我相信伯父不是那种人。一切要从那箱慈禧木宝器说起。当年我承包韩老工程师挖出国宝，韩老坚持上交。展览期间，国宝失窃，韩老与一东瀛走私犯争执后，国宝失踪，此事震动汉城。韩老自责离乡，韩家产业被瓜分。我因接手韩老遗留工程，借地产红利崛起。伯父，若韩家归来，您打算归还骆氏集团吗？我又不傻，骆氏是我与你伯母心血，岂会送人？报恩可以，但产业是两码事。闻言，沈川心中稍安，却觉老丈人所叙故事另有隐情，但又苦于无证据。返回公司后，沈川查看系统奖励。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向，获得道具头条直播券，可实时直播一个目标的动态。现在最需要的是搜索券啊！等等，用它追踪杀手九尾狐，不就能掌握其行踪，保护双了？沈川输入国际杀手九尾狐，系统弹出直播间，画面显示一名身材火辣的女子正于天台架设巴雷特狙击枪，她在执行暗杀。此时电话响起，是孤儿院陈院长。小沈，我上火车了，下午6点到汉城。我一定准时见您。还记得吴凯吗？他也在汉城，想召集当年孤儿院的孩子们聚聚。好，没问题。挂断电话，沈川在看直播间，九尾狐已完成暗杀，从容混入人群离开。沈川关闭直播，决定等他到汉城再设法应对。傍晚，沈川在火车站人群中找到陈院长，身旁跟着一个面色苍白的小女孩。院长，这是？她叫小燕，心脏不好，听说汉津医院有位心脏科专家，带她来看看。汉津医院或许能帮上忙。陈院长，抱歉来迟了。这是吴凯，现在当经理了。小吴，这是沈川。小沈啊，听说你要结婚，彩礼有困难尽管开口，咱们孤儿院出来的要互相帮衬。多谢凯哥。众人走向停车场。小沈，你怎么来的？女朋友递车。高尔夫啊，20多万吧？你女朋友家境不错吗？羡慕。我忙工作，都快30还没对象。是你眼光高。吴凯在前带路，沈川驾车跟随，2辆车驶向清霜大酒店。在吴凯带领下，众人走向包厢。餐饮部经理恰好看见沈川的身影。咦，这不是集团的未来姑爷吗？包厢内，早已到达的孤儿院朋友们热情地与陈院长、吴凯打招呼，沈川则被冷落一旁。这时，包厢门被打开，餐厅经理带着2名手捧特供飞天茅台的旗袍美女进入。各位尊敬的贵客，请容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集团特供的飞天茅台，是用来招待我们集团最尊贵的客人。经理您好，您是不是拿错了？我可没有点茅台。先生，没有错，这特供版的飞天茅台是我们赠送给各位贵客使用的。经理说完，看向沈川，随后退出包厢。众人纷纷将此举归功于吴凯。兄弟们，我可没有这么大的面子，这一切都是我们老板的关系，所以我想请大家一起帮我，给我老板发一条感谢视频。没问题。吴凯录制了众人感谢其老板的视频并发送。视频中，沈川也在其中。酒过3巡，陈院长提起正事。小吴啊，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汉津医院的事情，你问了吗？陈院长，您放心，等回去后，我找下我们老板帮忙，他肯定能帮我们约上那位专家号的。此时敲门声响起，吴凯开门，见是老板，受宠若惊。老板，您怎么来了？我们正在谈论您呢。在谈论我什么？老板，是这样的，汉津医院心脏科专家可不是一般人能预约上的，我一个小角色哪有这样的面子？这可怎么办啊？小燕的情况已经不能再拖了。老院长，您别着急，
我这样的小渣渣当然是预约不到的，但你身边的沈川大佬可就没问题了。全场愕然，目光聚焦沈川。谢顶老板快步走到沈川面前，躬身谦卑：“沈川大佬你好，我是云悦科技的小王，很荣幸能够见到您本人。”老板，您是不是认错人了？他只是我孤儿院的一个小伙伴。小吴啊，你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王老板你好。沈川大佬，这是您和儿时小伙伴的私人聚会，我就不打扰了。我这次来主要是见见你。随后，王老板恭敬退出，并短信告知吴凯此餐可报销。其余小伙伴反应过来，态度180度转变，纷纷开始跪舔沈川。我的天啊，川哥，您太低调了，请收下膝盖。沈川并未摆架子，热情平易。聚餐结束，沈川安排所有小伙伴享受酒店超模技师服务，随后带陈院长与小燕前往总统套房。陈院长，我已经和汉津医院的人联系上了，他们已经给小燕安排好了检查时间，明天一早咱们就先去给小燕做检查。小沈，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了。等小燕的事情结束后，我就跟你去见见你未来的岳父岳母，争取早日把你的婚事给定下来。谢谢您，陈院长。沈川安顿好陈院长，心中记挂国际杀手九尾狐之事。他找了个无人房间，打开了九尾狐的直播间。画面中，九尾狐正坐在飞机头等舱里。沈川听着空姐汇报的航班信息，皱紧眉头。难道这九尾狐已经在前往龙国的路上了？卧槽，得赶快想办法解决掉这个职业杀手才行。正当沈川思考对策时，九尾狐邻座的一位女士引起了他的注意。沈川认出，她正是未来新闻中提到的韩家长孙女韩诺雨。我去，这个未来反派怎么会和杀手坐在一起？难道双方认识？韩诺雨浑然不觉自己被监控，正与身旁一位身材平坦的年轻女子交谈。马上就要到汉城了，整整30年我都没有回来过了，我一定要替爷爷夺回属于我们韩家的一切。放心吧，韩姐姐，我一定全力支持你。小玉真抱歉，把你卷进了我们韩家和骆家的恩怨当中。没关系的，韩姐姐，不就是投资了200亿吗？搅黄了就搅黄了，大不了被我老爸骂一顿。放心，小易，李叔叔想要搞的新能源汽车项目是不会黄的，只不过换个合作伙伴罢了。韩姐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的性格，他拍板了的事情是不允许别人质疑的。我已经和粤省的赵瑞龙联系过了，我和他有共同的敌人，所以他会暗中协助我们的。我会让骆氏集团主动退出和你们李家的合作项目。共同的敌人？韩姐姐说的是沈川吗？这段时间我可没少听贾爷爷说起过这个沈川。贾爷爷说沈川是有大气运之人，让我来了汉城一定多和这个沈川接触，向他学习。我从来没见过贾爷爷如此看好一个和我同辈的人，所以韩姐姐你一定不能大意。但我韩诺雨也不是一羽之辈，而且赵瑞龙更是粤省最耀眼的年轻一代。凭借我们2人，我就不信对付不了这个后起之秀。有你潜伏在那个沈川身边，我就会对沈川的所有行动了如指掌。到时候还怕对付不了他吗？也对，放心吧，韩姐姐，我一定做好卧底工作。阴谋商讨完毕，韩诺雨竟直接热吻了李明玉。卧槽，这是我能免费看的吗？沈川原本只为监控杀手，却意外识破了韩家的阴谋，他感到一阵郁闷。哎，合作伙伴都已经变成卧底了，这还合作个屁啊！沈川回想起3天前贾四国的嘱托，更觉头疼。但这次意外卡 bug 也有收获，得知了对方计划在李矿上卡脖子。想到水月居地下的李矿脉，沈川嘴角微扬。呵呵，我的脖子有那么好卡吗？次日，沈川带陈院长和小燕去汉津医院治疗，随后安排陈院长与骆一山夫妇见面，双方相谈甚欢，当日便商定了沈川与骆清霜的婚期。此后，陈院长回医院照顾小燕，骆清霜母女筹备订婚，沈川与骆一山则忙于筹备新能源汽车子公司。6月20日，骆氏集团与港岛李家联合成立的山河新能源汽车公司举行剪彩仪式，沈川作为 CEO， 李宁玉作为监事。就在剪彩即将开始时，会场入口传来一道清亮而充满气势的女声：“前汉城首富韩霸天长孙女，如今汉城锂矿能源销售总代理韩诺雨前来道贺。”众人目光聚焦入口，记者蜂拥而上，疯狂拍照，现场议论纷纷。韩霸天当年不是力士，不找到失踪的国宝，韩家之人绝不踏足汉城半步吗？骆首富找到国宝了，所以韩家人能回来了。这气死，不想来道贺，倒想来这不善。骆一山看见韩诺雨，激动地上前：“小雨，你回来了。韩老呢？他回来了吗？我很高兴韩老能派你来出席我们新公司的剪彩仪式，快里边请。”韩诺雨甩开骆一山的手，冷面相对：“骆一山，少在这里假惺惺的。当年你设计陷害我爷爷，逼迫我们韩家离开汉城，抢走了我们韩家的产业。”小雨，你误会了，韩老当年离开是形势所迫。骆一山，不要在这里装好人，我今天前来就是想要告诉你，我韩诺雨将会亲手夺回我们韩家失去的一切。骆一山沉默，沈川大步上前，朗声反驳：“喂，姓韩的，不要把自己伪装的那么苦大仇深，好像是我岳父对不起你们韩家似的。整个汉城都知道是你爷爷把国宝给弄丢了，没人见人，所以才离开汉城的。”你血口喷人！韩诺雨仔细打量沈川，心中暗惊其锋芒，他强压怒火，转移话题：“我是不是造谣？日后自会真相大白。”他挺直腰板，
声音提高，清晰的宣布：我今天前来还有一个身份，汉城锂矿能源销售总代理。然后呢？没有我的同意，我保证你的山河汽车购买不到一丁点锂矿石。买不到就买不到呗。沈总，锂矿石是新能源汽车的命脉，如果买不到锂矿石，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根本造不出来。是吗？沈总，你连锂矿石对新能源汽车的重要性都不知道，看来我父亲是选错合作对象了。他随即转向韩诺宇，假装不认识对方。韩小姐，如果我们更换合作伙伴，你是否愿意提供锂矿石呢？李监事，刚刚的话是你们李家的态度，还是说仅仅是李小姐你自己的意思呢？要你管。既然李监事质疑我们骆氏集团的能力，那我就让李小姐你见识见识我们骆氏集团的实力，从而稳固我们以后的合作。随后沈川打开演讲 PPT， 各位来宾，我们山河新能源汽车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各位请看。沈川按下遥控器，大屏幕依次展示出在水月区勘探到锂矿脉，评估储量超50万吨，取得开采许可证等图片，现场顿时哗然。我的天啦，我们汉城竟然拥有锂矿脉，储藏量超过了50万吨，这至少可以为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动力电池吧。哼，沈川，我记住你了。骆一山，你得意不了几天了，我一定会揭穿你的真面目，还我们韩家一个公道。韩诺宇说完，快步离场。骆一山无奈轻叹，李宁玉本能想追，又强行忍住。沈总，你已经证明了骆氏集团的实力，刚刚是我冲动了，对不起啦。沈川看着这个憨憨卧底，心中已有计较。剪彩仪式继续，山河新能源汽车公司正式成立。剪彩仪式结束，沈川与骆一山同车返回。小川，今天多亏了你，否则我都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这突发状况。伯父，如果真如同我猜测的那样，当年韩霸天就是和小鬼子勾结，想要走私国宝，恰好被你给撞见了呢。我之所以没有怀疑过韩老，是因为当年我接到的那个神秘电话，我怀疑那个打电话的人才是幕后黑手，但当时条件有限，一直没查到是谁。我明白了，这件事很快就会有结果。真的吗？小沈真的太谢谢你了。伯父，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恭喜宿主改变未来走向，恭喜宿主获得天赋词条旧景重现，可以作为第三视角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什么？那这么说岂不是说可以解开误会了，而且还能少很多麻烦，甚至是可以来一场大逆转？想到这里，沈川不动声色，但内心已经有了打算。同时和骆一山告别后，他就回到了租房子的家里。回到家，沈川当即使用了刚才获得的词条，在 App 搜索了当年的事情。很快上面就出现了一段视频，旁白还有一个邀请的按钮，输入韩诺宇的名字。名字输入的一瞬间，另一边的韩诺宇当即进入一段奇怪的场景中。他很快就明白，这是当年韩家离开汉城的场景。那为什么和家里和外面说的不一样？不是说因为骆一山吗？难道真的不是他？看完全程，韩诺宇整个人彻底不好了。因为事情的真相完全不是他所看到的那样，虽然这样的场景就像是一场梦，可是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对得上，让他不得不去试着相信。沈川，他怎么会有我的联系方式？难道是小玉？虽然不解，但韩诺宇还是同意了沈川的联系方式。刚同意，沈川直接打了一个语音过来。汉城广场见，我能告诉你想知道的。话音落下，沈川挂断电话，不等韩诺宇回过神来，沈川发来一条信息：我再等你10分钟。看见消息的韩诺宇也顾不得许多，立马往汉城广场赶去。他不觉得这是上面恶作剧，而沈川肯定真的知道什么。很快他就赶到了汉城广场，看见了沈川。你究竟想要告诉我什么？我想你应该知道了当年韩家离开汉城的真正原因了吧？实话告诉你的，这是北元王家的手笔，而我的师傅正是北元王堂。闻言，韩诺宇瞬间愣住了。王家他自然知道，是连749局都看不透的存在，据说有通天彻地直之能。韩诺宇还是不相信沈川会认识这种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空口无凭谁不会说？这个可以证明了吧？令牌就代表了王家。韩诺宇这一刻不得不相信，沈川真的不简单。对沈川来说，这一切都是假的，他自然不认识王家的人。至于令牌，全靠道神这个金手指偷出来。谁让你不小心？我也只能冒险了。等下还要还回去，现在可以聊聊了吧？闻言，韩诺宇也放下了戒备，告诉了沈川他所知道的信息。两人互相交换了信息，知道了这件事的背后是亨利和北条家族的手笔。我们将计就计，将他们一网打尽如何？毕竟敢在我华夏作威作福，他们就该死。可以。就这样，两人各司其职。沈川联系局里的人，韩诺宇则是与洋鬼子亨利会面。亨利添油加醋抹黑骆一山与沈川，并提议合作进军新能源汽车，对抗共同敌人。韩诺宇同意合作，但提出引入信任的东瀛朋友。亨利先生，我有个东瀛的朋友，他的家族就是靠汽车起家的，也许可以找他合作。而这一切都是韩诺宇的局，亨利并没有怀疑。当然，韩小姐决定就好。随后，韩诺宇与亨利见到其东瀛朋友北条幸子。北条幸子因家族 4S 店被沈川引走，以及调查30年前慈禧木宝器失踪旧案，对沈川亦有敌意。三方一拍即合。就在亨利和北条幸子一脸窃喜的时候，殊不知韩诺宇已经将他们这么多年的罪证全部收集到了，并且偷偷传给了沈川。韩小姐，事情就这样说定了，我们就选择了这一次落着必当百万。对，
我们联合沈川算个什么东西？道歉两位，你们好像走不了了。话音落下，两人一脸懵逼，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沈川和局里的人瞬间冲了进来，第一时间就控制了两人。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别废话，走吧，牢里面饭馆够。就这样，亨利和北条幸子被抓之后，韩诺宇也和洛一山解开了当年的误会，并且见证了沈川和洛清霜的婚礼。